好了吗？3、2、1。卤蛋穿越成了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，本以为能够就此走上人生巅峰，却发现原主并非是悲痛欲绝而死，而是身中剧毒，疑似是被后妈吕氏下毒暗害。但可惜没人相信一个孩子的话，所幸卤蛋获得了怨念系统，只要让别人产生怨念，便可兑换奖励。为求自保，卤蛋只能做个大明第一熊孩子。卤蛋一招撞了大运，本以为必死无疑，糟了，我的浏览器记录还没删。卤蛋含恨闭上了双眼，本以为自己就要遗臭万年，却没想到一睁眼，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孩子。看着周围古色古香的环境，卤蛋哪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？我操，撞大运还真的会穿越啊！看样子这家境还不错啊，那我岂不是要起飞了？正当卤蛋志得意满之际，脑袋突然传来一阵眩晕感。难道我刚穿越就要嘎了吗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检测到宿主怨念，怨念系统已激活，已为宿主治疗身体。身体一阵酥麻过后，卤蛋如获新生。果然穿越者都是有系统的。童子，给爸爸我看看我的情况。已为宿主调取个人面板。朱允通，8岁，身体状况微毒。朱允通，朱元璋的孙子，朱标的第3个儿子。完了，这位历史上可不是什么好结果啊！身体状况微毒，难道我是中毒了？请宿主自行查明。废物系统，你有什么用？宿主令他人产生怨念，便可以获得怨念值，可以抽取奖励。那不就是气人吗？这还不容易？看样子哥们这下真的要起飞了。卤蛋正在畅想未来之际，房门突然被打开，一个吓人模样的少年走了进来。殿下，您好的点了吗？今日是太子的忌日，您得去为太子守灵啊！让一个刚从昏迷当中醒过来的人去守灵，太残暴了吧！眼前这个人是卤蛋这位皇孙的贴身小太监，负责照顾卤蛋的起居，只是却面黄肌瘦的样子，倒跟卤蛋这副营养不良的德行颇为贴切。太子，母妃叫我去的。他哪有那么好心？是奴才看到所有人都去了，才赶紧回来喊殿下。太子心丧，殿下身为儿子，若不出面，定然为天下所不齿。倒是个忠心的，不过这吕氏肯定有问题。走吧，带我去守灵。卤蛋被王德发带着来到了太子朱标的灵堂，这里早已人满为患，咿呀呀的哭成了一片。哭得最伤心的便是棺材前抱着棺材痛哭的60岁老头，看得卤蛋上前忍不住安慰：老头，别伤心了，早死晚死都得死，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没那么伤心，你就更没必要了。当心妻坏了身子，跟着我爹一块走了。众人的哭声戛然而止，齐齐的看向卤蛋，气氛顿时陷入诡异的寂静当中。你叫载什么？老头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恭喜宿主获得朱元璋怨念值加99。朱元璋。卤蛋没想到眼前的老头竟然就是洪武大帝朱元璋，不愧是皇帝，心眼真小，这么容易就产生怨念了。父皇恕罪，是儿媳没有教导好允腾，请父皇责罚。吕氏，原来你就是我那个后妈啊！朱元璋深深地看了一眼吕氏，冷哼了一声：是没有教好，连咱这个爷爷也不认得了。吕氏闻言顿时浑身一颤，低着头不敢说话。逆孙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禀陛下，殿下不是有意的，实在是因为父亲去世，悲痛欲绝，昏迷不醒，刚刚才醒啊，望陛下明察。怎么回事？允腾昏迷，怎么不告诉朕？朱元璋虎目圆睁看向吕氏，吕氏抬起头，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。父皇，我夫君心丧，您比儿媳还要痛得肝肠寸断，儿媳又怎敢将允腾之事让父皇再劳心费神？是儿媳没有照顾好儿子，请父皇责罚。朱元璋一听，脸色顿时缓和了下来。真绿茶，这就是你把我一个人丢在那等死的理由。父亲刚死，儿子悲痛气绝，听起来多么顺耳。逆孙，是这样吗？你当真因为你父亲哭昏了过去？陛下，是。闭嘴，咱问的是他。嗨，这话说的，我怎么可能哭昏过去？好你个逆孙，你父亲死了，你竟然连守灵都不愿意，咱的不过是几天没吃饭饿晕过去了而已。这小子竟然悲痛的几天吃不下饭，你们是怎么照顾主子的？竟然任由皇孙绝食！不管他们的事，是吕氏不给我吃的，说这几天不能吃东西。恭喜宿主获得吕氏怨念值加66。胡闹！娃如今年岁尚小，怎能几天不吃东西？你是想饿死咱的大孙不成？父皇，儿媳知错了。罢了，你也是一片孝心，吩咐御膳房做些饭菜，你带着孩子们去吃些东西吧，莫要伤了身子。父皇，您尚且不食，我等怎可？皇爷爷，孙儿不走，孙儿要留下来陪着你。看着朱允文坚定的眼神，朱元璋欣慰地摸了摸朱允文的脑袋，刚想夸赞一番，便见一旁的卤蛋兴奋地跳了起来。好爷，可以吃御膳房的饭菜了，我要吃牛肉。朱元璋怨念值666。咱的家伙事呢？一旁的吕氏默不作声地递上了一根棍子。吕氏，我抄你！逆孙，看咱今天不打死你！
卤蛋刚准备逃跑，便被朱元璋伸手捉住了后颈。贤马达，是谁抓住了我命运的后颈？叽叽喳喳说什么呢？小兔崽子吃在一棍！我是小兔崽子，那你就是老兔崽子，兔爷！朱元璋举着棍子一下一下地抽在了卤蛋的屁股上。老邓，有种你就打死小爷，否则小爷将来一定在你坟头上尿尿。朱元璋怨念值10086。卤蛋一愣，回过头看见表情已经快要能吃人的朱元璋。好啊，咱今天就打死你个逆孙！黄爷爷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好啊好啊，打他就不能打我了哟。朱允文怨念值99。宿主，我可能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。趁着朱元璋愣神之际，卤蛋连忙逃到了门口。逆孙，你还敢跑？黄爷爷，大仗受小仗走，我这是避免你累死了自己儿子之后又打死孙子的恶名，咱这是为了你好。卤蛋说完便扭头就跑，留下朱元璋一个人愣在原地。在这孙子心里，他爹是被咱累死的吗？允文，你怎么样了？无碍，咱收着力呢，你带着他们下去休息吧，咱要跟彪儿说些心里话。吕氏怨毒地看了一眼门外，抱着朱允文离开了灵堂。小杂种，本宫绝不会让你破坏了本宫的大计。卤蛋偷溜回到房间，对刚刚发生的一切捏了把冷汗。还好我跑得快，差点小命就没了。系统，这把获得了多少怨念值？宿主当前怨念值为11016。不愧是我，一波就赚了这么多。快给我准备抽奖！普通抽奖100点一次，中级抽奖1000点一次，高级抽奖10000点一次。什么玩意儿？10000点一次？感情我冒着屁股开花的危险，才刚刚够抽一次的。你跟谁学的？本系统为良心系统，所有花费均物有所值，请宿主放心。卤蛋将信将疑的点了点头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看我一发入魂，单抽出奇迹！恭喜宿主获得大师级厨艺卫生巾1箱。卤蛋看着抽取出来的奖励陷入凌乱。厨艺卫生巾，这他妈有什么用？大师级厨艺是顶级厨艺，能让宿主精通任何食材原料的加工和烹饪。卫生巾是知名品牌，安全无污染，绝不侧漏。卤蛋刚想吐槽，肚子却响起了雷声。饿死小爷了，得想办法弄点吃的。卤蛋带着王德趁着夜色鬼鬼祟祟地偷跑了出去，一路摸进了御膳房。殿下，这能行吗？这可是陛下的御膳房，偷到皇家可是要杀头的。怕什么？我是黄爷爷的孙子，拿自家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？真要是那个老登怪罪下来，我就说是你干的，保证你必死无疑。这下放心了吧？王德怨念值99。宿主，我可能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。卤蛋刚刚溜进御膳房，看到灶台上放着的饭菜，哈喇子流了一地。刚准备享用，便听到门外传来两人的声音：薛总管，太子妃让您安排些吃食送到太子府，给陛下和皇孙填填肚子。我就说这娘们不是什么好人，竟然背着我偷偷开小灶。卤蛋躲了起来。御膳房总管徐兴祖走了进来，取走了锅里的饭菜。开小灶是吧？小爷看你们怎么吃。小爷吃不饱饭，那就都别吃了。卤蛋拎着罐子悄悄地跟着徐兴祖回到了太子府。朱元璋坐在主位上，吕氏和朱允文以及朱允坚，桌上摆满了饭菜。两个小孩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饭菜，眼睛好像都要放绿光了。都饿坏了吧？开吃吧！黄爷爷不动筷，孙子怎敢先吃？黄爷爷，你也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您先吃。朱元璋满意点了点头，心中愈发觉得朱允文是成为皇太孙的最佳人选。小小年纪便知书达理，懂得尊卑有序。不知怎么的，一个讨狗嫌的小身影浮现在朱元璋的脑海。那小兔崽子呢？怎么不见他来用膳？父皇，下人说他不在房里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朱元璋闻言愤怒拍而起，吓得众人浑身一颤。这个逆孙，他父亲心丧，他竟然改夜不归宿。来人，马上把那个逆孙跟咱抓回来！朱元璋话音刚落，只见卤蛋拎着个陶罐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进来。逆孙，你还敢来？你跟咱过来，咱今天就要替你爹教训教训你。哟，吃着呢，黄爷爷，咱可是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道菜，这可是咱亲自下厨做的哦。卤蛋的话让朱元璋一愣，内心还突然有点小感动。你深更半夜就是为了给咱做饭去了？那当然，孙儿一片赤诚，没想到黄爷爷竟然要打我，实在是让人寒心啊。朱元璋闻言心中惭愧，脸上有些尴尬，连忙扔掉手里的棒子，换成一副笑脸。乖孙，给咱看看，你给咱做了些什么吃食？这是我第一回做饭，要是不好吃，黄爷爷可不要怪罪。看着卤蛋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朱元璋愈发惭愧，当即拍着胸脯保证：乖孙放心，你的一片孝心咱绝对不会辜负，咱一定一点不剩全吃下去。卤蛋捂嘴偷笑，随后将罐子放到了桌子上。君无戏言，绝无戏言。卤蛋点了点头，一脸坏笑的将罐子打开，
顿时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房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臭？这可是我用大师级厨艺做出来的，世界上最臭的东西，让你们背着我开小灶。宿主，你用大师级厨艺来干这个？黄爷爷，你不是说会一点不剩的全吃下去吗？吃啊！卤蛋端着罐子步步逼近。喝啊！他奶奶的，为什么不喝？朱元璋等人竟一个个如临大敌般的齐齐后退，惊恐地看着卤蛋手里的罐子。黄爷爷，来尝一口啊！朱元璋怨念值9999，吕氏怨念值9999，朱允文怨念值9999，朱允坚，宿主牛逼！一边去看我表演！朱元璋强忍着恶心，颤抖着指着卤蛋命令道：“逆孙，还不快给咱把罐子放下！”你确定？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，赶紧把罐子放下，咱快受不了了！你难不成想要将这屋里的人全都熏死不成？黄爷爷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这个逆孙！快跑啊！大厅内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卤蛋被扒了裤子，朱元璋正用鞭子一下一下地抽在卤蛋娇嫩的臀部，硬是将卤蛋打成了大明翘臀。系统，我好疼啊！就不能用你最开始的方法直接把我治好吗？可以，宿主是否花费全部怨念值治疗身体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，多找找自己原因，有没有好好工作？算你狠，小爷宁愿疼死也不会再让你从我这赚走一分钱。宿主难道不想找到谁给你下毒吗？不想，我直接开摆，只要我是个废物，就没人能利用我。系统怨念值加999。卤蛋一愣，没想到系统也能给他报金币，一时之间无数想法涌上脑海，系统瑟瑟发抖。对不起，大佬，尹老师，求放过。老头，你弄好没啊？我都快疼死了。已经上好药了，殿下放心，这是老臣独家秘方，保证殿下要不了几天就能下地蹦的了。卤蛋心中一喜，但随即想到之前系统提示自己的身中剧毒，便小心翼翼地打听道：“老头，你就没看出我身上还有啥病不？”殿下身体虚弱，想来是长期少食，只要今后好生将养，便无忧矣。就这，看来你也没啥本事啊，连我中毒了也看不出来。殿下何出此言？殿下身为皇孙，谁人敢给殿下下毒？说不准就是我那狠心的后妈。郑太医大惊，恨不得用银针扎聋自己的耳朵。殿下何故害我？算了，反正你一个庸医也不懂，你就当听个乐吧。乐酒足，消消乐吗？殿下稍等，我这就为殿下号脉。说着，郑太医便伸出手为卤蛋号脉。卤蛋仔细地观察着郑太医的表情，却见郑太医表情时而疑惑，时而惊讶。良久，郑太医才缓缓地收回手。咋样啊？你到底号出什么没？郑太医一愣，沉思良久，表情郑重地说道：“殿下放心，您的身体好得很，只需要好生疗养便可康复。你这太医不会是走后门上的吧？逆孙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臣参见陛下。哟，这是给咱装上鸵鸟了，别以为你屁股肿咱就不打你了，翻过面照打。老邓，你也太狠了吧！翻过面打，你就不怕断子绝孙？咱儿孙多的是，打死你个小混蛋，咱倒省心了。爹啊，你看你那个狠心的爹，你刚走就要打死你儿子，你爹不如我爹啊！什么你爹我爹？好你个小兔崽子，竟敢编排咱！老郑，少2天用药，就让这孙子再疼上几天。是陛下。老邓，你等着，咱俩谁都别活着，迟早有一天跟你报了。看着卤蛋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朱元璋心情舒畅地带着郑太医离开了卤蛋的房间。陛下，臣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，咱绝不怪罪。陛下，三殿下所言中毒一事或许为真。什么？老邓，不报此仇，小爷跟你的姓。宿主，你本来就是跟他姓的。闭嘴！你在狗叫什么？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小爷要抽奖。宿主现有怨念值111111，给我全部高级抽奖。也今天就是要梭哈！恭喜宿主获得1000两黄金，百毒不侵体质，寿命10年，萌女神的原味丝袜1双，大还丹1颗，碎发枪制作方法，大师级枪械精通，太阳能充电宝，手机1部，以及母猪的产后护理修订本，总算来个有用的东西了。卤蛋掏出一双丝袜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99成，稀罕物。有用的东西难道指的是这个吗？殿下，殿下！王德匆忙地冲了进来，见到卤蛋将一个黑色的莫名物体套在头上。殿下这是在做什？嗨嗨，没什么，这是我新买的头套。你又这么着急忙慌的，有什么事？殿下，您四叔回来了。四叔？什么四叔？我从来都不看书。不是书，是燕王。燕王听闻太子殿下驾崩，
千里奔袭赶了回来。朱棣，永乐大帝回来了，这必须见一见啊！又来一只肥羊，这得给我产多少怨念值啊！卤蛋刚想起身，却见一位英武不凡的青年走进了房中，看到卤蛋脸上顿时一喜。允通，四叔来晚了。朱棣话说到一半，便见卤蛋肿得好像西瓜的屁股，面色顿时一沉。允通，是谁下的如此黑手，竟然将你打成这样？是不是吕氏那个毒妇？卤蛋一愣，眼珠滴溜溜一转，立马变了一副面孔，连滚带爬的从床上下来，抱住了朱棣的大腿，嚎啕大哭。四叔，就是吕氏那个毒妇打的，他简直不是人啊！什么？他真敢对大哥的孩子？你等着，四叔这就宰了那个毒妇为你报仇！朱棣怒气冲冲地拖着卤蛋便要出门，迎面便撞上了刚要进门的朱元璋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去哪？咱来看看咱的好大孙。爹，我刚刚回京，便听大侄子说吕氏那个毒妇竟然将我大侄子打成这样，就算不是亲生的，也不能下如此毒手吧？朱元璋冷冷地看向卤蛋，卤蛋立马左顾右盼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他的伤是咱打的，这孙子皮的没边了，咱要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打得好，爹这么做肯定有你的道理。大侄子，你就好好反省吧。好你个朱棣，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眼的也叛变组织了。既然如此，就怪不得我了。只见卤蛋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朝着朱棣跪了下去。草民朱允通携爷爷朱元璋叩见永乐大帝。朱棣怨念值加999，朱元璋怨念值加999。朱棣面色惊恐，连忙看向老朱，而老朱一副习惯了的模样，指着卤蛋骂道：“逆孙，你又整什么幺蛾子？”略，老邓，有能耐你就打死我，打不死我，你就跟我姓。兔崽子，咱今天就打死你！朱元璋掏出一根棍子，作势要打，一旁的朱棣连忙拦住：“爹，可不行打！小允通已经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再打是要把他打死的。大哥在天有灵，说不得要怨你啊！”朱元璋闻言愣在原地，默默地放下棍子。这个不孝子比咱先走，他还有脸怨咱？他这一走，咱怎么办？大明江山怎么办？朱元璋虎目含泪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。只是一旁的朱棣闻言神色黯淡，一旁的卤蛋全都看在眼里。难办就别办了，这破大明不带也罢。逆孙，你还想上天不成？咱的大明哪点不好了？今天你若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咱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，昊天上帝都拦不住。咱说的好个屁！你看看我这个样子，好在哪了？就算咱和你爹平时太忙，对你疏于照顾，但不是还有你娘？我娘早死了，她是朱允文和朱允坚的娘，不是我娘。住口！吕氏是你爹正妻养你长大，按照礼法便是你娘，你还想当个不孝子不成？她也配？我的吃穿是百姓供给，皇爷爷您发放的，我身边连个仆人都没有，她就是这么照顾的。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，瘦得连圈里的猪都看我可怜。朱元璋上下打量了一番卤蛋，这才发现自己这大孙子面黄肌瘦，看着完全不像一个8、9岁的孩子，心中顿觉愧疚。爹，我早就说那吕氏绝非良配，你看看给我大侄子养的，我前些日子接收的难民都比他壮实。这吕氏，咱今日便去罚他。好大孙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跟咱提，咱无有不允。得了吧，昨天的东西你还没吃呢，您老这话跟放屁差不多。你若不信，咱便立一道圣旨，昭告天下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要节制天下兵马。朱元璋闻言一愣，顿时大怒，抽出7匹狼抽在卤蛋屁股上。老邓，你又想说话不算数。大侄子，你太勇了，我大哥都不敢干的事，你也敢提？你还想节制天下兵马？你是想造反啊你？告诉你，有朕在，你永远只能是个孙子。请陛下称皇孙。朱元璋闻言抽得更起劲了，每抽一下还嘴里念叨：皇孙是吧？永乐大帝是吧？草民朱元璋是吧？爹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真的要死人了。四叔，以后你就是我亲爹。亲爹是吧？老天保佑，我以后的儿子千万不能跟允通一样勇。打了半天，老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反观卤蛋趴在地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看得老朱竟笑了起来。说吧，到底要什么？你给咱提点正常的要求。卤蛋从地上爬起，好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只是醒目的屁股实在惹眼。我要亲自查到底是谁给我下毒，请皇爷爷恩准。下毒？大侄子，有人给你下毒？别大惊小怪的，没准的事。逆孙，此事用不着你管，咱自由交代。不行，这件事必须我亲自查。朱元璋狐疑地看着卤蛋，不明白这孙子到底为什么这么执着，又看了眼朱棣，似乎在思考此事该不该让他知道。逆孙，你为何非要亲自查？咱已经派锦衣卫调查了，相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。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走。我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人要害的是我，当然要我自己来查，我可不会把自己的命交在别人手里。朱元璋闻言一愣，看着卤蛋的眼神顿时充满愧疚。
这孩子看来是对咱有怨啊！这些年咱只关心允文，对他疏于关照，让他对其他人缺乏信任，咱亏欠他良多啊！大孙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在咱身边吧。真的？真的，以后咱亲自教你，你以后就跟在咱身边学习治国之道，以后也方便做个贤王。朱棣看向朱元璋，一脸震惊，完全没想到朱元璋竟然要将鲁旦带在身边亲自教导，这在外人看来无异于要立鲁旦为下一任皇帝。爹，这是要立允通做皇太孙，这小子要当了皇帝，我们这些藩王还有好日子过吗？放心，谁当皇帝，你们这些藩王都没好日子过，是吧？我爱吃猪粪的四叔，皇爷爷。鲁旦张开双臂做拥抱状，朱元璋欣喜地将鲁旦抱住，谁知刚刚将鲁旦拥入怀中，便觉得下巴一疼，顿时将鲁旦松开，便见鲁旦手里攥着2根晶莹的毛发。逆孙，你竟敢揪咱的胡子！老邓，真当小爷不记仇呢！朱元璋怒火中烧，追着鲁旦乱跑，一时间竟分不清是爷孙2人嬉闹，还是真有什么深仇大恨。爹，您跟他闹着玩呢？咱好歹也是皇帝，怎么可能跟一个孩子置气？朱元璋看着鲁旦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一旁的朱棣见状，欲言又止。你好像有什么话想跟咱说？爹，你想立允通为太孙，还是允文为太孙？朱元璋眉头一挑，冷冰冰地看着朱棣，吓得他脖子一缩。你咋不问咱，是立你们兄弟哪一个做太子？儿臣不敢，儿臣绝无此意，一切但凭父皇做主。谅你们也不敢，记住，大明朕给你们才是你们的，朕不给的，谁也拿不走。儿臣明白，只是儿臣觉得父皇似乎更喜欢允通。允文像标啊，谁都喜欢，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，将来或许能做一代人君。只有允通累咱，连你们这些儿子都不行。朱棣闻言心中巨震，朱元璋一句说允通像自己，无异于是对鲁旦最大的喜爱。鲁旦虽然并非长子长孙，可却是嫡次子，长子朱雄英早夭，论顺位继承权，甚至还要在如今的长子长孙朱允文之上。儿臣明白了，无论父皇作何决定，儿臣定然鼎力支持。走，跟咱去看看你大哥。吕氏带着朱允文和朱允坚跪在灵堂前，一幅重情为亡人和孝顺儿子的画面。娘，我好饿。再坚持坚持，等你黄爷爷来了就能吃东西了。都怪三哥弄出那么恶心的东西，害得我又得饿一天。就你话多，看看你大哥怎么不寒饿。朱允通那个小畜生，害得本宫也跟着饿肚子，怎么不死了好？门外，朱元璋带着朱棣2人偷偷地看着灵堂内的母子。没想到这吕氏对大哥倒是一往情深，竟然还在灵堂守着。允文那小子也挺孝顺，这么些年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连人都看不透，将来如何用人？朱棣尴尬地笑了笑。朱元璋看着堂内的吕氏陷入沉思。允腾中毒之事，莫非是他？可允腾又非长子，何必要害他？将来还有可能损害允文的名声。朱元璋想不明白，吕氏这些年将太子府内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从未出什么差错，他对这个儿媳甚是满意，没有理由怀疑到吕氏的头上。莫非是小明王余党，又或者是陈友谅聂党作祟？正当朱元璋想着，鲁旦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过来。朱元璋当即拉着朱棣躲到暗处。吕氏等人见状，连忙摆出一副悲戚的模样。行了，别装了，除了我没别人。你这逆子，本宫平日里没少教导你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你爹走了，你连一滴眼泪都不流，你枉为人子。哎呦，活着的时候没见你这么关心我爹，死了这么深情啊！那你下去陪他呗。你就是这么跟本宫说话的？这小子以前都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，如今怎么突然开窍了？莫非是之前大病的缘故？鲁旦看着惊讶的吕氏，心中冷笑不已。这吕氏表面上一副贤妻良母的做派，实际上这些年对原主可谓是枉费了养，非但不管教培养，反而事事纵容，不闻不问。听说你掌管府内所有的事务，怎么我那一房连一个使唤丫头都没有？本宫这是教育你从小自立，若不能齐家，将来如何助你大哥治理天下？谁？我大哥？我大哥不早就死了吗？二弟，大哥早夭，现在我是大哥，你是二弟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放屁！我大哥朱雄英是嫡长子，就算死了也依然在宗谱里。我大哥死了，我就是嫡长子。你一个庶出的，凭什么当我大哥？年幼的朱允文顿时被对得哑口无言，甚至还觉得鲁旦说的有道理。只是一旁的吕氏眼神顿时冷了下来。这小子竟然开始论起嫡庶了，谁教他的？他这是想跟允文争夺正统啊！这小子难道想要争那个位子？不管怎么说，允文都是你大哥，自古是子凭母贵。如今本宫身为陛下钦点太子妃，允文自然是嫡长子，怎么不是你大哥？鲁旦冷冷地看着吕氏，一言不发，良久点了点头，露出一丝冷笑。果然跟炸了毛的鸡一样，这么怕我跟你儿子抢皇位，嫌疑不小啊！接下来就是找证据了，那你让我黄爷爷喊他大哥去吧，小爷不认。言罢，鲁旦潇洒转身离去。门外一直躲在暗处的朱元璋父子看着他走远，这才钻了出来。允通这小子确实像您啊！吕氏的反应不小，这么希望允文坐上咱这个位置，其心叵测啊！老四，你偷偷跟着那个逆孙，看看他要干什么，回来告诉咱。好嘞。鲁旦带着王德来到了锦衣卫的驻地。殿下，
咱来这赵狱作甚？这地可忒晦气，您大病未愈，实在不适合来此啊。你懂什么？咱这是要查案。查案？锦衣卫出来接客了。哪里来的小崽子，胆敢来赵狱大声喧哗，不想活了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这位可是三皇孙殿下。门卫一愣，上下打量了卤蛋一番，冷汗顿时冒了出来。殿下恕罪，微臣不知殿下来此。让开，本殿下要进去查案。三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本宫驾到，通通闪开！殿下，这里是赵狱，关押犯人的地方，没陛下旨意谁都不能进，您可别难为我了。谁说没有？那老登，皇爷爷特许我亲自查是谁下毒，你有什么线索，赶紧一一道来。看着眼前的小孩，王虎面色犹豫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位皇孙所说。怎么不相信？本宫还会骗你不成？要不你亲自去找我皇爷爷问问。不用了，您假传圣旨顶多挨顿揍，我们要是敢拦，指不定真就被剥皮冲草了。只是已经查出下毒之人了。什么？找到了？依照陛下命令，在下将太子府从御膳房到贴身侍女侍卫全部秘密下狱，挨个盘问，确实找到了下毒的人。卤蛋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出了下毒的人。果然不愧是朱元璋手底下的第一情报机构，这效率真是属肯牛定，属实牛逼啊！是2个侍女，她们已在我锦衣卫的手段下供认不讳，是他们在殿下的饭菜里下毒。侍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背后的人，他们是不是太子妃的人？王虎闻言神情闪烁，有些犹豫地拱手道：“却是太子妃无疑，不过是前太子妃。”我就知道是她。等等，前太子妃，那不就是我亲娘吗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娘都死了8年了，再说她怎么可能会害自己的亲儿子？卤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前太子妃常氏，太子朱标的正妻，更是大名鼎鼎的明代第一猛将常遇春的亲闺女，生朱允通时难产而亡，怎么可能指使别人杀死自己现存于世的唯一的孩子？殿下您没听错，我们以锦衣卫已经用尽了手段，可那2个侍女一口咬死是前太子妃所安排，我们也毫无办法，至今2人的证词还未画押。那就别画押了，这明显是别人下的套，查出来也没什么用。这2个人先给我留着，总有一天派得上用场。是殿下。卤蛋从怀里，实际上是从系统仓库里掏出了2枚大金锭，明晃晃的金子让王虎顿时眼睛愣住了。这点金子请锦衣卫的兄弟们喝酒。这是不的，我等为陛下做事，殿下不必如此。为皇爷爷办事那是皇爷爷赏，这件事是我的事，自然不能让你们白忙活。卤蛋不由分说的将金锭塞到了王虎手里，王虎捧着2个大金元宝，顿时喜笑颜开，连连道谢。多谢殿下赏赐，今后若有吩咐，莫敢不从。卤蛋点了点头，带着王德离开。殿下，这该怎么办？线索就这么断了？谁说断了？这个府里的侍女都是谁负责安排的？您是说太子妃？先跟我去趟太医院，我总有个疑问没搞清楚。朱元璋坐在龙椅上，手里拿着的是一张张染血的供词。虎目圆睁，一旁的王虎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好啊好啊，竟然还真有人敢毒害咱的大孙朱九族，不10族。可是陛下，殿下让臣先留下那几个婢女的性命，说以后会有大用。也好，这孙子有自己的打算，他不是要自己查吗？你们全力配合，不过有任何蛛丝马迹，都得先把消息给咱再说。是陛下。想要坐上这个位置，就看你这个孙子能走到哪里了。卤蛋带着王德来到了太医署，整个太医署如今个个忙得像茅坑里的苍蝇。卤蛋站在门口，双手叉腰。有喘气儿的没有？赶紧给本殿下滚过来！三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郑太医看到卤蛋的到来，一个头2个大，似乎对卤蛋的到来非常痛苦。怎么了？本殿下去哪还要跟你汇报不成？只是有些小事问问你而已，别那么紧张。不紧张，陛下因为你中毒的事儿，差点没把整个太医署打包，给刑部冲业绩了。您是走哪就没好事啊？殿下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，赶紧问吧。卤蛋看了眼周围的其他的太医一眼，摆了2下小手示意郑太医蹲下，小心翼翼地凑到了郑太医耳边。你知不知道咱中的是什么毒？郑太医有些犹豫。卤蛋见状拍了拍郑太医的肩膀。你但说无妨，这可是皇爷爷要求的，你要是敢隐瞒，咱就告诉皇爷爷，把你吊在城门楼子上滋滋放血。殿下，臣不是有意欺瞒，只是事关殿下身体大事，臣不敢怠慢，需要多方佐证才是。少废话，赶紧说，我到底中的是什么毒？实不相瞒，殿下身中的毒不止1种，臣也是查了数日才终于弄清。什么？不止1种毒？就这么巴不得我死吗？殿下您小点声，这事儿要传到锦衣卫耳朵里，臣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哦，你继续说，到底是哪几种毒？臣遍寻药方，
殿下所中的第一种毒倒无甚大碍，只是几种果蔬同时导致的食物相克，只要停止再吃，将养数日便可痊愈，对性命倒是无忧。莫非就是那几个婢女给我下的毒？这种毒多久会起效？非经年累月不可，而且大多刚刚起效便有反应，极易被发现。臣估计可能是殿下平日饮食习惯不好所致。鲁旦闻言如遭雷击，只有他自己清楚，整个太子府哪怕是江夏人也算在内，只有他这个前太子妃的遗父子决定不了自己平日的饮食，每一餐向来是给什么吃什么，想吃只鸡都不可能。为什么这几个婢女费劲巴力的，就为了给我下一个随时可被发现又能治好的毒？这是嫌自己九族人太多了，还是家里供着黑白无常，用九族给他们冲业绩？另一种呢？单独？什么单独？小爷没空跟你单独聊，赶紧说。臣所说的是丹药之毒，是常年食用所谓延年益寿的丹药所中之毒。丹药？那不是骗人的吗？我也不记得我吃过什么丹药啊。再说我才8岁，吃的哪门子延年益寿的药啊？这臣也不太清楚，只是殿下的脉象和反应的确是中丹毒之象，并且郑太医露出犹豫之色，支支吾吾的，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老登说话好不爽利，莫非是觉得我剑不利否？再有隐瞒，小爷阉了你全家。殿下手下留情，臣是发现殿下如今依然中着这丹药之毒，只是不知何故，还得殿下自己注意啊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鲁旦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忙质问系统：系统，快给我看看我的身体状况。一位宿主调出面板。鲁旦看着面板上轻微中毒4个大字，只觉得头眼昏花，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大脑。回想曾经的点点滴滴，鲁旦更是发现根本不知道从何处中的毒。这丹药难不成下在平日吃的饭里了？绝无可能。且不说这丹药大多是朱砂、水银、金粉等物，莫说加在饭菜里，就是寻常误食一些，也会顿觉异样。郑太医说着，发现鲁旦的神色一改之前的惊恐，反倒是带着诡异的兴奋。要是真这么好查，小爷反倒没兴趣了。走，王德，现在就回去看看有什么线索。殿下，俗话说人离不开衣食住行，实若查不出来，殿下或许可从其他方面入手。多谢，等咱找到了凶手，给你记头功。对了，此事切莫跟他人提起，明白了吗？好。陛下，臣与殿下所言，一言一行尽数写在上面了。丹毒正是身中丹毒之人，虽然一开始会精神焕发，好似年轻了几十岁，但时间一长便会精神萎靡，食欲不振，甚至精神涣散，如同得了失心疯。是了，怪不得我大孙会瘦成那样，还时不时的风言风语，竟然真是所中丹毒。郑太医，此事交由你负责，务必要治好咱的大孙。是，陛下，臣必竭尽全力。鲁旦回到太子府，刚到门口便见一位40、50岁、身材魁梧的大汉站在门口，似乎是在等着自己。问小子，还识得老夫否？又来一老登，你怎么不问问你认不认识小爷呢？鲁旦一句话令对方吹胡子瞪眼，怨念值蹭蹭直冒。恭喜宿主获得蓝玉怨念值99。蓝玉怎么跟你舅老爷说话呢？老子这才多久没回来，你个孙子怎的被那个律师教了一点教养都没有？舅老爷，你是我舅老爷。这孩子难道傻了不成？蓝玉来到鲁旦面前，蹲下身子抱着鲁旦仔细查看，怎么也看不出什么问题。挺壮实的了，你小子莫不是寻老夫开心？鲁旦神秘一笑，招了招手。蓝玉不明所以的凑上前去，却被鲁旦瞬间揪掉了一撮胡子。好你个臭小子，竟敢拔老虎须子！小爷连我黄爷爷的胡子都敢拔，你多鸡毛啊！蓝玉闻言一愣，不怒反笑。好小子，原来上尉的胡子你都敢拔啊！不愧是太子和常家丫头的儿子，老子的好孙子啦！这人有毛病吧？拔了他胡子，他不给怨念值就算了，还高兴起来了。鲁旦顿时兴致缺缺，对这种没法薅羊毛的人，他提不起一点兴趣。让开让开，小爷还有事要做呢，没空在这安慰孤寡老人。言罢，鲁旦自顾自地带着王德绕过蓝玉，走入了太子府。我孤寡老人，蓝玉进京竟然不先来见咱，反倒跑到太子府来了，可是让咱一顿好找啊！来人的声音让蓝玉浑身一颤，连忙跪在地上。只见朱元璋带着王虎来到门前，神色平静的可怕。上尉，臣以为上尉会在太子府，所以第一时间便赶来了。咱让你镇守边疆，不记得什么时候下过旨让你回来。太子心丧，臣身为太子舅父，如何能不回来？更何况允腾一人孤苦无依，臣若不回来，谁又能为他撑腰？怎么，你是觉得咱会亏待允腾不成？不敢，臣见过允腾了，身体壮实，一看就养得很好，
就是脑子不太好使。那你可错了，那小子鬼精着呢。那肯定也是随了您的聪明才智，也是您教的好。咱做的还是不够啊。罢了，你跟咱一起去找那个臭小子吧。卤蛋带着王德将自己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奇怪了，难道我以前看了那么多名侦探小南都是假的？不是说但凡犯罪必有线索吗？什么名侦探？殿下难道研究过狄仁杰吗？你不懂，星际之蛙摸你肚子。星际是谁？为啥要摸我肚子？不行，什么都找不到，说明哪里都有危险，这地方不能待了。卤蛋心里正在盘算着该去哪之时，朱元璋带着蓝玉和王虎走了进来。黄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咱来找你是说正事的。我也有个正事，黄爷爷，你不如给我送出府吧。我如今也不小了，不行直接去封地，这辈子当个闲散王爷也挺好。朱元璋闻言怒视了卤蛋一眼，卤蛋吓得脖子一缩，不给就不给，小气。咱来是要告诉你，给你下毒的那几个婢女死了。什么？有人给小允腾下毒？是谁？老子去杀了他全家！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要留那几个人一命吗？老邓，你背着我把他们杀了。咱没有。王虎，你来说吧。是陛下，殿下，今早诏狱的守卫突然发现几人自缢而死，初不堪定事，畏罪自杀。呸！还真是一群忠心的好狗，这么死便宜他们了。上尉一定要揪出这幕后之人啊，否则允腾还有危险。已经揪出幕后之人了。谁？上尉告知臣，上尉若是不方便动手，就让臣来。臣有9种办法弄死他们。9种。前太子妃常侍。坑！蓝玉顿时想被捏住了脖子的鸭子，涨红着脸说不出话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上尉，你开玩笑吧？你什么时候见咱开过玩笑？这怎么可能？太子妃的婢女怎么会毒害太子妃留在这世上唯一的孩子？难不成他们都被收买了？你觉得他们若是被收买，能逃得过咱的锦衣卫？蓝玉顿时闭了嘴。朱元璋手下的情报机构可谓是让蓝玉又爱又恨，爱的是这遍布天下的情报机构为他提供了不少机密情报，让他打仗胜算大大增加；恨的则是有这锦衣卫存在，自己就是撒尿都不得安生。他们的确是我母妃的人，也不是受别人唆使收买。几人齐齐看向卤蛋，面露疑惑。你这孙子，难道真相信你娘会下毒害你？我亲娘不会，但后妈就说不准了。那白雪公主的事迹可是名扬海内外。哪家公主这么小就有相好的了？不愧是咱的种。咱跟你说了，吕氏虽然不是你生母，但好歹也是大家闺秀出身，知书达理，对你就算不算上心，可绝不可能有害你之意。卤蛋冷哼一声，歪过头不再搭理朱元璋。朱元璋无奈只能岔开话题。你说他们不是受人唆使是什么意思？这群下人难道还真有犯上之心？卤蛋摇了摇头，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。他们不是下毒，而是为了保护我。上尉，俺没搞错，这小子脑子不好使。宿主怨念值99。我好我自己。臭小子，你是怎么发得出这个结论的？还用说吗？但凡他们真想害我，何必弄出这么个慢性毒药？想要弄死我简直太容易了。若是怕自己暴露，所以想靠这手段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你呢？太医已经说了，这种方法用不来多久，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反应，到时候太医一查便会知道是何缘由。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有人下毒吗？说的也是，这不明摆着。等等，你是说他们下毒的目的就是？没错，看来你也不算太笨，他们下毒的目的就是提醒我，有人要害我。看着蓝玉一脸震惊的样子，卤蛋面露鄙夷，真不知道为什么眼前这傻子能被誉为大明战神呢？好像大明战神这个称呼本来就不什么好词，是吧，宝宗？你这些都是推测，证据呢？别忘了，这几个人可是畏罪自杀了。畏罪自杀？谁信谁傻子？皇爷爷，你这个皇帝当的也不怎么样啊！有人能在你的大牢里面随便杀人，我看你也是老年痴呆了。朱元璋无能狂怒，可理亏之下却也毫无办法。有人胆敢在他眼皮子底下下手，的确是狠狠地打了他的脸。我娘给我留下的人，现在一个都不剩了。以前以为他们是群势利眼，我娘走了再没管过我，现在看来是没办法。我还是想不通，这群下人都在太子府，真想提醒你，用得着这种方法吗？难不成连见你一面都困难？你问他。卤蛋指着朱元璋，蓝玉一脸狐疑，而朱元璋则是十分尴尬。这太子府内一因事务都是由吕氏负责，他之前做的还不错。王德，你来说。王德吓得浑身一颤，看着朱元璋不敢说话。说吧，咱保证不杀你。是，太子殿下还在时，三殿下偶尔还有人照料，只是这府上的佣人大多不敢与殿下亲近，以免惹了太子妃不高兴。好一群欺主的恶仆！上尉，那朱允文是您孙子，难道允腾就不是了吗？你懂个屁！这是人性，一个是掌权的太子妃，儿子还有可能成为皇太孙，深受陛下宠爱；
另一个是爹不亲娘没了的孤儿。是你选谁？去他奶奶的！什么皇太孙，我只认我孙侄子。蓝玉脱口而出，刚说完便见众人齐刷刷地看向自己，顿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冷汗直冒。上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请上尉恕罪。舅老爷，我愿称你为最强，你比我还能作死。蓝玉吓得连忙跪下请罪。朱元璋看了卤蛋一眼，冷哼了一声：“起来吧，咱还不知道你。要是真治你的罪，10颗头都不够咱砍的。”蓝玉惨了一把冷汗，颤颤巍巍地起身，看了一眼卤蛋，内心窃喜。看来上尉还是看好允腾啊，吕氏、朱允文，我蓝玉不会让你们挡住允腾的路的。似乎是看出了蓝玉的心思，朱元璋出言告诫道：“咱自己家的事，用不着外人操心。等彪儿出殡，你就给咱滚回去镇守边疆。要是再敢无旨回京，咱就砍了你的脑袋。”是。小逆孙，你接下来想怎么办？那几个侍女估计是察觉到了什么，但又没有确定，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提醒我。可惜了，如今线索暂时断了。这里也不能待了，老邓，我要就范。怎么还担心有人能在这太子府里害你不成？有咱在这里，保你无恙。等你爹出完殡，你就老老实实的给咱上学去。不行，你连几个侍女都保不住，更别说我了。我还是就范去吧。慢着，谁说咱保不住你了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搬到咱的宫里去住。蓝玉几人对朱元璋的话震惊不已，跟着皇帝同住，这可是莫大的恩宠。傻小子，还不快谢人！蓝玉在一旁催促，可卤蛋非但没应，反倒是一脸嫌弃。怎么跟咱住一起还委屈你了？谁要跟你个老邓一起住？我不管，我要去就范。朱元璋月念值999。王虎，给咱把棍子取来，咱让他就翻。王虎不知从哪掏出来一根扎满钉子的木棍，递给朱元璋。卤蛋见状不好，正准备跑，却被一个大手拎住。上尉，我抓住这小子了。混蛋！小子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老邓，你将来死了，我把你跟黄奶奶分开埋。朱元璋闻言愣住，就连蓝玉也张大了嘴巴。朱元璋月念值99999。完了，这回完大了。算了，这小子大概是活不到那个时候了。给咱换个铁的，不，直接拿刀来。黄爷爷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没了娘。朱元璋一愣，脸色复杂的盯着卤蛋看了许久，最终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。罢了，你跟咱走，从今天开始跟着咱寸步不离。收到。深夜，朱元璋躺在郭惠妃的腿上，安逸的享受着对方的按摩。陛下，听说你让允腾那孩子住进皇宫里了？是啊，那个小逆孙得烈得很，咱不得不亲自教育。我倒觉得允腾那孩子好得很，他这个年纪真是讨狗嫌的时候，有他在，咱这皇宫里多了不少人情味儿。人情味要不了几天，我看这皇宫都得让他拆了。我倒见那孩子灵动着呢，将来准有出息。往后让贵儿跟他学学，将来我也安心了。跟他学怎么气咱？怎么你觉得那小逆孙也适合当皇太孙？郭惠妃身子一顿，惊慌起身跪在床边。咱可早就说过，后宫不得干政。臣妾不敢，奴婢只是为了儿子的未来考虑。我家贵儿什么德性，臣妾知道。放心，咱会给这些小子们安排好的。谢陛下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咱今天可得好好罚你。黄爷爷，黄爷爷，你在家吗？我要进来了哦。这孙子，他进来我得出去了。逆孙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你想干什么？朱元璋月念值999，郭惠妃月念值99。老邓，小爷能放弃这薅羊毛的机会？黄爷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要我寸步不离的跟着你，君无戏言啊！快开门，我要进来了。陛下，看来这臭小子这2天不会放过你了。罢了罢了，咱就不信治不了那小子，等着咱啊！陛下放心，臣妾给陛下留着。朱元璋提着黄腰带走出了门，看着卤蛋抬起手将在原地气不打一处来。爷爷，你还真出来了！卤蛋撒腿就跑。可惜朱元璋虽然已经年过耳顺，但是好歹是马上打天下的开国皇帝，一伸手便将卤蛋拎了起来。是谁抓住了我命运的后颈？小子，不是要和咱寸步不离吗？走，今天咱们爷俩谁都别想活。深夜，太子妃吕氏在房内一改往日大家闺秀端庄稳重的形象，将桌上的名贵瓷器玉碟砸了个稀碎。太子妃您别生气，那小孽种只是暂时住在宫里，陛下说他顽劣是要教训他的。你们懂什么？简在帝心，皇帝留在身边亲自教养，这是何等的殊荣。那小子前些日还要跟允文论嫡庶之争，他能安什么好心？您是说那个小孽种是想跟殿下争夺太孙之位？这小孽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窍了，本宫谋划了这么久，绝不能让这个小孽种挡了允文的路。说着，吕氏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掏出纸笔书写了一通，将此书信交由我大哥，他知道该怎么办，不过让他记住，别做得太明显。是，太子妃殿下。朱元璋因为卤蛋的故意捣乱，导致自己没法跟妃子们谈论佛法，
只能深夜回到工位上加班批奏折。一群废物，只会跟咱说没钱，没钱难道就不赈灾了吗？朱元璋转眼一看，一旁的卤蛋睡得正香，大鼻涕泡都冒了出来。这个臭小子把人折腾得睡不着觉，自己倒是睡得香。实际上，卤蛋早就已经在脑子里跟系统打得火热。系统，给咱抽奖！我要梭哈！今天小爷要狠狠地抽查你的库存。恭喜宿主获得滑膛枪制作图纸、太阳能充电宝、智能手机1部、卫生巾300箱、黑丝白丝各5000套。不错不错，这次的奖励深得朕心。这臭小子难道做梦当皇帝了？朱元璋坏笑了2声，偷摸地凑到卤蛋身前，凑到他的耳边突然大喊：“逆孙，咱在这里批奏章，你倒好，睡的是瓷实。谁能跟您比啊？天生的牛马。什么意思？我是夸您呢，说您和牛一样勤劳，像马一样矫健，吃的是奶，挤出来的是草。是吗？你人还怪好的嘞。说说吧，你刚刚做了什么梦？做梦？没有啊。那咱怎么听你在那说深得朕心？怎么想当皇帝？皇帝狗都不当，我就算当也当个昏君。要都像您这样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活得还不如牛马呢。好你个逆孙，你还想当昏君？让你当了皇帝，这天下人岂不遭了殃了？那可不，所以您老就可怜可怜我，让我回封地，又安全又自在。万一将来朝里出了什么事，我也方便清君侧，不是？昏君是吧？牛马是吧？清君侧是吧？一顿胖揍之下，朱元璋只觉得神清气爽，不能跟妃子甜蜜双排和批了一晚上奏折的怨气一扫而空。起来，别装死，咱考考你，这山东水灾，朝廷该如何应对啊？卤蛋揉了揉自己红肿的屁股，不想搭理老朱，可被老朱虎目一瞪，只能没好气的回应：问那些官员，养他们就是为了干这个的，问我干嘛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你要是回答得好，咱可以答应你一件事。此话当真？不对，你个老登又想骗我，口说无凭，得立字据。这孙子还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！好，咱就给你立个字据，盖上咱的印玺，君无戏言。这还差不多，说吧，有什么难题需要小爷解决的？是时候给你们这些古人一点小小的现代思维震撼了。如今大明内忧外患，手下的官员青黄不接，百废待兴。户部这奏章竟然告诉咱，此次赈灾竟连1成的预算都拿不出来，你有什么办法啊？啊，都穷成这逼样了，那还救什么？亡国吧！臭小子，别忘了你怎么答应咱的，要是说不好，你可就任咱处置。老邓，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咱是皇帝，你当咱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吗？算你狠！既然如此，以工代赈吧。什么是以工代赈？朱元璋来了兴趣，卤蛋将以工代赈的法门一一说给了朱元璋听。以工代赈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有了雏形，老朱理解并不算困难，但卤蛋说的是现代的成熟规划，给老朱唬得一愣一愣的。你这个法子不错，可惜朝廷现在1分钱也拿不出来，更何况就在如今迫在眉睫，你这个法子太慢了。卤蛋有些不服气，按照老朱这个古人思维还是太狭隘。你可知这奏章送到咱这宫里要多久？那些灾民又饿了多久？这些人如今活着都是奢望，哪里有什么力气去干活？你当是你这头小猪，饿1-2天屁事没有。卤蛋闻言一愣，随即惭愧地低下头，自己是忘了，古代可没有现代的生活优越，古代更没有现代的执行能力。莫说古代，就是现代的发达国家又如何？那昂撒人因为性别有几种都定不下来的大有人在。那黄爷爷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朱元璋对于这声称呼十分受用，这也似乎是第一次卤蛋真心实意地喊自己黄爷爷。你没有过苦日子，自然不清楚。这一到灾荒年月，那些个贪官地主老财一个个就都冒出来了。您是说有人哄抬粮价，发国难财？那些奸商也就这么点本事，知道朝廷要从江这一带收粮食赈灾，便一个个早早的开始囤粮，咱大明百姓受灾，倒成了他们发财的机会了。朝廷难道没有立法禁止灾情期间恶意哄抬物价吗？这种事屡禁不止，咱总不可能把天下的商人全都杀了。你当我不知道洪武4大案是吗？您老人家杀人什么时候含糊过？看样子您老人家是早有准备啊！你是想逼那群商人出钱出粮帮朝廷赈灾？不错，只可惜咱还没想到什么好办法，让他们老老实实的掏钱。这群商人要他们的钱比杀了他们还难受。黄爷爷，你可听说过杀人诛心之策？杀人还要诛心？你小子别卖关子，赶紧说到底什么办法？咱们可以这样，您下道旨意，就说现在国库空虚，让文武百官和那些粮商们捐钱捐粮，事成之后在山东给他们立块碑。咱当你小子能有什么好主意？那些贪官奸商若是真这么在意名声，咱又何必动什么刀子？谁说要给他们赚名声了？您再在边上立一块碑，把所有的官员粮商名字都刻上去，到时候谁没捐谁捐了一目了然，捐了多少也给他写上去。朱元璋闻言连连拍大腿叫好。好啊，
好啊，好一个杀人诛心！这要是成了，那些没有守财奴还不得被百姓活吃了？那当然，您老原先那些手段都太老套了，得罪人不说，那些人一联合起来，指不定还得反咬您说您是个暴君，这多好！百姓自然知道谁才是为他们好的人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真不愧是咱的好圣孙呐！一老一少两人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，活像两只狐狸。你这小子平日里没个正形，没想到那些小聪明还真能派上用场。既然您满意了，那答应我的事。卤蛋搓着手指，已经开始思考一会儿怎么让老朱来一场大放血了。放心，君无戏言。那好，我要。卤蛋刚想将自己准备好的说辞一股脑的道出来，刚说出口便被朱元璋打断。咱同意了，明天你就跟着你的叔叔兄弟们去大本堂读书。卤蛋眨巴眼，面露疑惑。上什么学？什么上学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想要上学了？刚刚。老邓，你又坑我！说好的君无戏言呢？咱没有食言，咱是说过答应你一件事，但没说非得你自己提。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上学是不可能上学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上学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言罢，卤蛋彻底躺平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逆孙，明天就给我滚去大本堂！要是让咱知道你不好好上学，咱就让你掉水里都沉不下去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又大又肿的屁股，到哪你也沉不下去。卤蛋倒吸一口冷气，暗道老朱心狠手毒。老邓，小爷这次认栽了，你等着，不给你搅个天翻地覆，小爷跟你的姓。好嘞，黄爷爷，你就瞧好吧。朱元璋见卤蛋的样子，得意地笑了起来，但总觉得脖子冷飕飕的。哪来的风呢？一大早，卤蛋打着哈欠被朱元璋赶到了大本堂。只见十几个有大有小的皇子皇孙，甚至还有公主早已到了书桌旁，其中便有朱允文。二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咋地？兴你来不兴我来啊？母亲在家等候多时，你这几日夜不归宿，家里……打住！那是你家，不是我家。那是你母亲，不是我母亲。她还能管我的死活？收起你这套吧，跟你娘一样假。二弟，你怎地如此不知礼数？母亲就是母亲，你身为子嗣，这是不孝。少你娘的扣帽子！再多说一句，当心小爷揍你！卤蛋凶狠的样子让朱允文有些害怕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迎上卤蛋的目光。长兄如父，我有义务替母亲教导你。我大哥早就死了，你才是二弟。说完，卤蛋便不再理会朱允文，径直地走向最后一排角落的位置，留下朱允文一个人安有些挫败地回到了自己座位。到底是一个孩子，我是不是对他太坏？哦，我也是个孩子。卤蛋瞬间没有了心理负担。俗话说后排靠窗，王的故乡。卤蛋正准备续接昨晚的好梦，一群不速之客来到了他身边。小子，这是我的位置。怎么，你在这个位置上留记号了？那倒没有。13哥，他骂你是狗。多堂堂大王，你骂我是狗？没有啊，他不敢骂我，你们都搞错了。13哥，他好像在耍你啊。你耍我？朱贵院念值99。这孩子有点傻啊，欺负傻子我不会遭天谴吧？你到底是谁？混哪的？小爷从不打无名之辈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朱允通是也。众人一愣，随即捧腹大笑。笑什么？小爷的名字有什么好笑的吗？原来是你这个孙子，我们可是你叔叔。臭小子，叫声叔叔来听听。卤蛋震惊看着这个和自己差不了多大的小孩，在场的有好几个都嚷嚷着让自己叫他们叔叔。他娘的，老朱老当益壮啊，真特么能生。懂不懂得尊敬长辈？小心我们揍你！朱贵说着亮了亮自己的拳头。你敢以下犯上，我们是你叔叔。一群小灯，你们爹小爷都打过，你们多鸡毛。卤蛋本以为这群小灯会因为自己的话而害怕，却没想到一群小屁孩一个个却露出崇拜的目光看着自己。你居然敢打我爹，好厉害，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没错没错，咱爹太凶了，好几次都打得我娘嗷嗷叫，我在房门外敢怒不敢言。大哥，如果你不嫌弃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大哥了。众人齐齐下跪抱拳，冲着卤蛋心服口服地喊了一声参见大哥。我这是超级加倍了，而且这都是一群什么魔丸，打了你们爹就成你们大哥了，可真是笑死你爹了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不好，先生来了。众人四散而逃，慌忙地找了个位置坐下，一个个摆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，生怕被先生惩罚。不学无术，成天像土匪一样拉山头，你们一个个还有皇子的样子吗？众人低下头不敢言语。方克勤看向卤蛋，你就是三皇孙殿下。叫你爹干啥？方克勤愿念值99。陛下说你顽劣不堪，但天生聪慧，让我对你严加管教。如今看来确实如此。那老登还会夸我，算他有眼光。住口！陛下是你的长辈，怎可用如此言语称呼？你身为皇孙却举止轻佻，毫无威仪，简直有辱皇家。不愧是大儒啊，这扣帽子的本事有一手的。方克勤看到卤蛋吃瘪的样子，心中得意。好了，昨日让尔等背诵的《论语》都背得怎么样了？方克勤扫视众人，
但一个个皇子皇孙全都低下了脑袋，生怕被叫到自己。既然都不肯吱声，那我就点名了。朱贵，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此话作何解啊？朱贵被问得冷汗直冒，扭扭捏捏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方克勤见状冷哼一声，吓得朱贵如坠冰窟。不学无术，我昨日怎么教给你们的？罚你抄《论语》100遍。朱贵如同起飞失败，整个人失去了力气与梦想，瘫软在地。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皇子。二殿下，你来回答。孔子说，学到的东西是去温习和练习，不也很高兴吗？你们要多跟二殿下学习，只有这样才能为国效力，明白了吗？众人有气无力地回应了一声。朱允文胸膛挺得高高的，颇为自得。正在此时，一个不合时宜的呼噜声响起，众人闻声看去，却见卤蛋早已经趴在桌上睡得正香，大鼻涕泡都冒了出来。朱允腾，你都学会了是吗？起来，给我背诵《论语》。卤蛋睡得半梦半醒，被突然吓得起身，依旧神志不清。《论语》我记得，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乎不死在乎？用板砖乎？乎死为止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看打！方克勤用戒尺狠狠地抽了一下卤蛋，将卤蛋抽了个托马斯回旋。不学无术，罚你抄1000遍《论语》。1000遍？你要写死人啊！你若不想抄书也可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此话作何解啊？那还不简单？孔子说，早上打听出你家在哪，晚上就弄死你。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卤蛋，连方克勤都为之侧目。子曰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既然来了，就安葬在这儿吧。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。君子下手不重，就树立不了威信，当然也立不了 QQ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就是这么解释《论语》的？你别管对不对，你就说合不合理吧。孽徒，孽徒！孔子是至圣先师，教化万千，怎会如你口中一般如同莽夫？你竟敢侮辱圣人！哪里侮辱了？孔子身高9尺，力大无穷，身后跟着3000小弟，左手持剑明德，右手持刀明理，以德服人，以礼服人，很合理啊！你敢说不是事实？方克勤哑口无言。史书上确实记载孔子身高9尺，力大无穷，还有3000弟子。可从卤蛋之口说出来，哪里像至圣先师，反倒像绿林劫匪。原来如此，孔子他老人家才是真正的大哥啊！早这么说，我不早就好好学了吗？这事儿整的，原来都哥们啊！两个活宝冲着孔子像跪在了地上。参见大哥，以后我就是孔圣人的第3000另一个小弟了。俺也一样。方克勤看着两个人气得浑身发抖，回头怒指卤蛋：你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！我要禀明圣上，今日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一言为定，双喜临门。方克勤被气得甩袖离去，留下众人面面相觑。先生走了，是不是不用上课了？众人当即兴奋地欢呼起来，就差把卤蛋丢起来庆祝。哼，允通，你竟然把先生气走了！我要告诉皇爷，让他惩罚你。说着，朱允文便跑出了学堂。切，跟小孩一样告状，你以为我会怕吗？大哥，竟然连父皇都不怕。是啊，大哥，你冒着被父皇屁股开花的风险也要让我们放假，兄弟们实在是太感动了。都叫大哥了，那还说啥？等等，屁股开花，我抄。忘了那个老登了。一想到一会暴怒的朱元璋用皮带猛抽自己臀部的样子，就浑身发冷。不行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不对，我要离开大明。正当卤蛋准备逃跑，肚子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。不只是他，周围的小灯们的肚子也一个个叫了起来。大哥，我们饿了。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走，去御膳房，我请客。卤蛋被众人簇拥着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大本堂。朱元璋正在批阅奏折，王虎悄无声息的进来，递上一张纸条。这方克勤学问不小，气量不大，被一个8岁孩子气得要辞官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陛下，三殿下他确实言语惊人。据现场的内侍汇报，三殿下将孔圣人比作什么？只说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比作身高9尺，手持得剑礼刀，带着3000小弟的绿林大哥。好一个以德服人，以礼服人。这逆孙虽然歪记经典，但细想之下，竟有几分歪理。孔子若在世，怕不是真要提这件跟咱讲道理，比那些整天知乎者也，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三儒强多了。陛下圣明，只是二殿下正在外面求见，说要状告三殿下，让他进来，顺便去把那个小逆孙也给咱拎来。皇爷爷，您要为孙儿做主啊！允腾腾他不仅在学堂上辱没先生，气走先生，还带着一众叔父和兄弟姐妹逃学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哦，那你觉得咱该如何处置他？应当重打20大板，关入宗人府思过，以儆效尤。咱知道了，你先回去读书吧，此事咱自有主张。陛下，二殿下他。咱只希望这些孩子兄友弟恭，莫要在咱没了以后，为了这个位置重现当年玄武门之事。可宇文这个样子，可不像个当大哥的。王虎在旁边一言不发，努力的做个透明人。
看来是跟那帮腐儒学坏了。您还真是护短了，都是别人的错是吧？那个小逆孙呢？三殿下他带着几位王爷公主正洗劫您的御膳房呢。朱元璋听到王虎的汇报，对比之下，竟发现卤蛋更符合自己对于太孙的挑选。相比于朱允文在背后告自己兄弟的黑状，卤蛋对众位王爷的态度更符合老朱的预期。若是那个小逆孙，等咱走了，应该能容得下他那些叔叔们吧？等等，按咱的御膳房，许兴祖没有咱的命令，敢给他们做饭？哪能啊？徐总管那是宁死不从啊！可三殿下说什么老徐手艺太差，不用他做，自己亲自动手，不就符合规矩了？于是把徐总管赶了出来。朱元璋一愣，想到卤蛋曾经做的那臭气熏天的瓦罐，顿时一阵反胃。那臭小子会做饭，咱的儿子公主不会被毒死了吧？没有，听说三殿下厨艺高绝，做出来的东西不似凡间，王爷公主们赞不绝口啊，都说三殿下是厨神下凡。王虎作为自己一手培养的部下，自然不敢骗老朱。这么一想，老朱甚至有些吃味。这小子难不成还真会做饭？上次那个臭小子是故意整咱。臭小子给咱做饭就没这么正经，马上给那小子给我抓过来。老邓，找小爷啥事？是不是想我了？逆孙，你干的好事，把先生气走，还带着你叔叔们逃学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？规矩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？再说了，那方老头讲的枯燥乏味，误人子弟，我这是替天行道，帮您清理教师队伍中的渣子。朱元璋怨念值233。好，牙尖嘴利，咱今天非得好好治治你不可。来人！切，你就这点本事，不就是打屁股吗？大丈夫何惧翘臀？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吃饭，就算死也要当个饱死鬼。你不是洗劫了咱的御膳房吗？怎么没吃饱？你的那群儿子女儿太他妈能吃了，做多少他们吃多少，真不愧是姓朱的，一点都没给小爷留。到现在小爷连口汤都没混上，活该！打你怕脏了咱的手。今晚咱要跟几位大臣商议赈灾一事，这吃食就由你负责了。做不好，咱保证你小子没有好果子吃。哎呦，还有这好事？您就瞧好吧，保证让您老人家舌头都吞下去。卤蛋正愁没机会展示大师级厨艺，顺便搞点事情，这简直是瞌睡送了枕头来。他生怕朱元璋反悔，一溜烟就跑了出去。去告诉徐兴祖，把所有家伙事都给咱那宝贝孙子准备好，再派2个机灵的打下手的，顺便给咱盯紧了，看看这小子到底要搞什么名堂。是，陛下。卤蛋如同猛虎归山，一头扎进御膳房，各种食材在他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2个打下手的太监看得眼花缭乱，目瞪口呆。殿下，您这手艺比徐总管还厉害啊！那是，小爷我可是食神下凡。对了，去给我抓只老母鸡来。趁人不备，卤蛋将系统仓库里的某女神的原味丝袜偷偷放进了锅里。宿主，你的恶趣味已经突破天际了。你懂个屁，那可是女神，滋补得很，便宜那老登了，我自己都舍不得这么用。大功告成。朱元璋与几位大臣看着满桌子的玉盘珍馐，目瞪口呆。这都是你做的？如假包换。皇爷爷，您先请，君无戏言，说好要吞舌头的。朱元璋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红烧肉放入口中，顿时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极致美味在味蕾上炸开，他眼睛瞪得溜圆。这味道！其他几人忍不住动筷。竟如此美味，不过是些许吃食罢了，再好吃能好吃到哪里去？户部侍郎吕阳不屑地品尝了一口，随即脸色一变。这味道竟然一点异味都没有，这小子用的佐料绝不简单。场面一度失控，几人狼吞虎咽，毫无形象可言。朱元璋也顾不上皇帝的威仪，大口吃了起来。然而当他舀起一勺汤时，突然感觉汤里有什么东西，用筷子一挑，一条薄如蝉翼的黑色丝状物被挑了出来。这是何物？皇爷爷您放心，绝对干净卫生，这是我特地为您加的，大补啊！朱元璋怨念值666。逆孙，你这顿饭做的可真用心啊！那必须的，孝心天地可见。朱元璋看着吃得正欢的几位大臣，又看了看手中诡异的线头，最终冷哼一声，没有当场发作，但心中的疑云却愈发浓重。这小子绝不仅仅是为了做饭而做饭。都吃饱了吗？回陛下，没有啊。陛下，臣有一事不得不报。方先生有何事？臣斗胆弹劾三殿下，这刨除之事非君子所为，更何况皇家子孙，简直是不务正业。老邓竟然当着小爷的面告小爷的黑状，所以才需要方先生好好教导才是啊。禀陛下，臣才疏学浅，实在无法教导三殿下。若陛下执意如此，那臣只有告老还乡了。此话一出，朱元璋的脸顿时黑了下去。吕布死后，我还从没见过有人这么勇，这是谁的战将？宿主，此人是方孝孺的父亲，朱十族的那个方孝孺。好家伙，真是有其子必有其父啊！朱元璋看着方克勤，眼中杀气弥漫。但方克勤毕竟不是官，而是一代大儒，他总不能以为对方不教自己孙子就把他给杀了。既然方先生不愿意教，那咱准了，明日咱便派人送你告老还乡。
这不对呀！按照正常逻辑，不应该是皇帝承认错误，礼贤下士，带着皇孙给自己道歉吗？怎么就让我告老还乡？陛下，臣突然觉得三殿下聪明伶俐，若是好好教育，定能成一代贤王。贤王，咱可不想让他成为什么贤王。众人听完脸色一变，尤其是吕阳，看着卤蛋的目光如剑似刀。朱元璋自知失言，连忙转移话题。方先生觉得宇文这孩子怎么样？方克勤看了一旁的吕阳一眼，吕阳好似没看见一般，自顾自的吃饭。二皇孙彬彬有礼，天资聪颖，小年纪便能通读典籍，有此后代，臣为陛下贺。那你觉得谁更适合坐上储君的位置？方克勤闻言浑身一颤，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饭碗。臣不过是一介书生，怎敢妄议立储大事？那吕阳，你身为彪儿的七弟，你来说说看。臣以为自古立长不立贤，太子之位当由亲王担任。老二不行，文不成武不就，当不得太子。那燕王朱棣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老四打仗还凑合，治国他不行。吕阳看着老朱的平静的眼神，不由得冷汗直冒。他故意不提自己的外甥朱允文，只是话里藏刀，却没想到朱元璋连连否定，似乎要逼自己说出那个名字。臣实在想不出什么人选了。这不还有宇文和允腾吗？怎么，你连自己家外甥都不清楚吗？难道姐姐给我的传信让陛下知道了？不可能啊！臣只觉得三殿下有些顽劣，不过年纪尚小，以后或能有一番作为。咱还以为你要说宇文更适合这太孙的位置，看来你比你爹强多了。陛下谬赞了。至于你说作为，那倒不用以后了。今早送到你们户部的赈灾方案，正是这个小逆孙想出来的。什么？竟然是这个小三殿下想出来的？众人看向卤蛋，将卤蛋看得浑身不自在。系统，我怎么感觉我越来越听不懂了？老登这是要干什么？俺也不懂。陛下这是动了立储的心思啊，并且这储君之位恐怕只会在二皇孙和三皇孙之中选择了。而看陛下的样子，莫非已经主意三皇孙？方克勤看向一旁吊儿郎当甚至有些憨傻的卤蛋，实在不清楚这么个玩意儿是怎么有资格跟朱允文争夺储君之位的。不行，二皇孙是我得意门生，将来便是儒家圣君，绝不能让三皇孙坏了我儒家的谋算。陛下那套方案，臣以为不妥。这捐粮立碑一事虽然能解燃眉之急，可势必激起民怨，更是挑唆灾民和官吏粮商斗争。依臣之见，属实为下策了。户部拿不出钱，又以为此法不妥，那里不怎么看？禀陛下，臣以为此法虽可，但仍需一些钱粮作为叫板。此事户部侍郎吕大人清楚，下官便不多言了。张衡只觉得自己刚刚应该直接晕过去，也好过在这里当滚刀肉。一想起自己的上司前不久刚刚被老朱送给阎王爷冲业绩，就觉得自己脖子凉凉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妥，咱怎么养了你们这群废物？陛下，臣以为三皇孙此法大谬，此举不是逼着天下富商与官吏人人自危吗？为帝者怎可使如此手段？这不是逼民造反吗？朱元璋刚想开口，却见卤蛋一摔碗筷站了起来，怒指方克勤：放你娘的屁！那些官吏和奸商也能叫民？他们是民，那些受灾的百姓难道就不是我大明的子民了吗？你，陛下你看，三皇孙满口粗鄙，哪有一点皇家子弟之香啊？陛下，三皇孙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不懂国家大事，举止轻佻。我等商议朝事，要不还是让三殿下回避吧。这吕阳明里暗里都在说宇腾不适合做储君，却只字不提他亲外甥宇文，看来是清楚咱要在他们两个里面选了，倒是聪明。朱元璋清楚吕阳的想法，但心里更加愤怒。他这个皇帝还没死呢，这个由太子亲自提拔的户部侍郎，如今为了储君之位罔顾江山社稷，拒绝施行赈灾之法，只因他是自己外甥的对手提出来的，简直是活够了。这小逆孙顽皮得很，咱要让他在身边磨磨性子。陛下这是执意要培养那个小孽种。还未等吕阳再度发难，朱元璋便看向了卤蛋：逆孙怎么跟方先生说话呢？你骂人好歹也要讲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让老百姓活着就是最大的道理。皇爷爷，这种人你让他来教我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我乃一代大儒，著书立传，桃李满天下。你竟然敢如此污蔑老夫！若儒生都是你这个德行，那天下还是少点的好。方克勤气得全身发抖，来到堂前跪在朱元璋面前：陛下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以来，天下莫不以儒家治国，千百年来从未有悖。三殿下此言，天下儒生何人还敢入我大明为官呐？老臣恳请陛下惩治三皇孙，为天下儒生做主啊！方先生，一个8岁的孺子，童言无忌，要不了这么严重吧？陛下这是铁了心的要保三皇孙，对三皇孙竟然宠爱至此，可如今我已事件在弦上。陛下此言差矣，三皇孙拿出赈灾方案，虽然臣不认同，但是仍能证明三皇孙天生早慧，正因如此才入了歧途，不能当寻常孩童来看。方克勤感激地看了一眼吕阳，自己跟了吕阳的团，现在吕阳投桃报李，两人如今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朱元璋瞪了吕阳一眼，看向一旁的卤蛋：逆孙，看看你惹出来的祸，你要是没话说，就给咱禁足3个月。皇爷爷，我有话说。老邓，今天不教训你，小爷就不姓朱。卤蛋来到方克勤的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趴在地上的方孝孺。老邓，
你说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什么？三皇孙这是想要与老夫辩论，圣人思想自然是一个人字。那你说，让天下百姓吃饱饭，不至于卖儿卖女，一子而食，算不算是人？自然算，此乃大仁大义。那你说，哄抬物价，发国难财，致使无数人饿死，更有甚者贪墨救灾粮款，这种人算不算大恶？大奸大恶。那我黄爷爷今日成大恶，行大仁，有何不可？怎么到你嘴里反倒是祸乱朝纲之策？你是何居心？受灾的百姓在你眼里，难道还不如那些大奸大恶之徒的一根毛吗？灾民是百姓，那些粮商同样是百姓。先生曾说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拔的是他自己的毛，他当然不乐意了。怎么，老邓，这地主奸商也有你的一份？老夫为官清廉，怎么可能是地主奸商？老夫此乃仗义直言。那就清楚了，方先生是站在这贪官污吏、奸商地主一边的。至于行将饿死的灾民，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。原来圣人的人是这个意思，我明白了。不是，不对，老夫不是这个意思。方克勤慌张的想要解释，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卤蛋此番话是一根筋两头堵，若是他认，便证明孔圣人的人是不在乎天下百姓；若是不认，那就证明他根本不懂仁义之道。无论哪一个，都将让他大儒的名声扫地。你罔顾百姓是不仁，阻碍救灾之法推行是不义，不为我老朱家考量是不忠。你爹生你却长得这么丑是不孝，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，还有脸来教别人读书？我要是你就干脆撒泡尿淹死自己，活多一秒都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。方克勤怨念值9999，厉害，不愧是大儒，吐这么多血还不死。卤蛋看着吐血不止的方克勤鼓起了掌，众人看得目瞪口呆。情报不对，不是说这小孽种是个傻子吗？这对吗？把大儒变得偶学三生，这小子开了吧？哎，什么开了？我就没关。好了，把方先生带下去，好生医治。至于教导皇子皇孙的事情，就不劳他操心了，告老还乡去吧。王虎带着几个太监将方克勤拖了出去。朱元璋这才看向卤蛋，眼里满是笑意。小逆孙，此番你可是把方先生害惨了，一代大儒声名扫地，这可比杀了他还难受啊。那咋了？他活该，屁股坐得这么歪，知道的以为他是咱大明的官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那些奸商地主的官嘞。说得好，这天下是咱的天下。吕阳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这赈灾之法何日推行？吕阳被叫到名字，顿时脸色一白，可为了心中谋划，还是只能硬着头皮回答。陛下，非臣不愿，实在是没钱啊。此法既然是三皇孙所献，想必有短时间内便能凑钱之法，还请三皇孙解惑。我的好大孙在尔等束手无策之时出谋划策，如今这点困难还要找他解决，那这户部侍郎让咱大甚当便是了，咱还要尔等作甚？一直装作透明人的礼部侍郎张衡弱弱的举起了手。陛下，俺没意见，俺也觉得三皇孙合适。这小子路走宽了。陛下此法虽好，但还有疑问。陛下身为天下之主，要天下人捐钱，难道自己不该做出表率吗？朱元璋被这话问住了，有些骑虎难下。作为出身低微的皇帝，朱元璋平日非常节俭，连带着整个后宫皆是如此，哪来的钱捐款赈灾？可若是不出点钱，也确实容易落人口实。这吕阳暗自得意，皇家不肯拿钱救灾，凭什么要这帮人掏钱？就算掏了，若是太少，这帮人也有理由少捐一些。谁敢捐钱超过皇家？难不成要跟皇家抢风头？吕阳暗自得意，朱元璋也十分为难。行了，不就是钱吗？小爷能搞定。吕阳闻言大喜，连忙指着卤蛋，冲着朱元璋大叫：陛下，三皇孙答应了，他答应了。小逆孙，你可想好了？就这点钱，小爷分分钟赚出来。不过皇爷爷需要准许我便宜行事，并且此事户部不准参与，不准过问。殿下放心，我户部绝不会管殿下的闲事。吕阳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。朱元璋见状暗叹卤蛋还是太年轻，这就是个陷阱无底洞，少了没用，多了那些奸商贪官更有理由了。这钱粮差不多了，还要他们捐钱作甚？此事不是小事，又怎能让老三一人承担？这样吧，正好那些混小子们都回来了，谁能解决户部钱粮短缺的问题，咱重重有赏。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真的想借此事立决？还未等吕阳出言试探，朱元璋便摆了摆手：都下去吧。卤蛋刚想要离开，却被朱元璋叫住：小逆孙，你要去哪？你不是让我们走吗？我出去玩啊。玩什么玩？你刚刚说的什么？你忘了吗？你不是说交给那群中灯了吗？这事儿既然有人管了，我还掺和干嘛？你这个臭小子，怎么一点不开窍？不行，这事你必须办妥。我不干，别人能干的凭什么我干？怎么，若是别人干不了，你就能干了？别人干不了的，我为什么要干？他都干不了，我肯定也干不了。卤蛋一副说什么也不干的模样，气得老朱又是一顿棍棒伺候，打得卤蛋嗷嗷直叫。臭小子，咱命令你必须做好此事，否则咱一天打你8遍，保证你这辈子都做不下去，只能站着。老邓，算你狠，我有条件。行，说吧，不过不能太过分，咱要1碗水端平。
你得准许我便衣行事，只要不违法，谁也不能拦着。好，咱准了。卤蛋说完，得意的一瘸一拐的离开。王虎，安排咱的马车送这小逆孙出宫。OK。吕氏房内，吕阳焦急地来到吕氏闺房，神色慌张，四下查看，确认了隔墙无耳，才终于开口。姐姐，你猜的不错，那个小孽种当真要争夺太孙之位。你这个傻子，现在才看出来，若是早些时候让吕家在朝中响应，允文早就被立作太孙，又何惧那个小孽种？如今再说也不晚。陛下虽然对那个小孽种恩宠有加，可是还是想着一碗水端平。此事多亏了我灵机一动，陛下下令，谁能解决此次赈灾筹款一事，陛下重重有赏。依我看，80%与立储有关。那赈灾之法本来就是那个小孽种提的，就算允文胜了又如何？说是他就是他的了，此事全是陛下之功。只要我们将所有的功劳推给陛下，那小孽种总不会跟陛下抢功劳吧？只要允文能在此事上拔得头筹，我自然有办法助他更进一步。吕氏神情有些松动，已经被吕阳说动。那我们该如何保证允文胜出？姐姐，你忘了，我可是户部侍郎，户部尚书之前才被陛下处死。如今整个户部可谓是咱们吕家的一言堂，赈灾而已，不就是钱吗？咱吕家有的是钱。吕氏闻言惊恐地看向吕阳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你们竟敢贪污国库，你们疯了！姐姐这说的是哪里的话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吕家的不就是你和允文的吗？姐姐放心，那小孽种如今孤苦无依，这次咱们赢定了。疯了！我看你们都疯了。若是让陛下知道，整个吕家都会万劫不复。陛下今年都60多了，还能有几年可活？只要允文当上皇帝，咱吕家就是天下第一大族。到时候这些许窟窿根本不算什么。此事本宫毫不知情，允文也不知道，你记住了。姐姐放心。吕阳退走，独留吕氏一人在房间中沉思。这个小孽种，一不小心就让他成了心腹大患，此子弹不能留。卤蛋带着王德来到大街上，四下寻摸着什么，却碰见了一位熟人。臭小子，没想到吧？老夫在这等候多时了。大傻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臭小子，怎么跟舅老爷说话呢？上尉不在，当心老夫抽你！你们这帮老不休，就知道欺负小孩，有能耐等小爷长大单挑啊！蓝玉闻言哈哈大笑，摸了摸卤蛋的脑袋。好啊，老夫给你这个机会，只是等你长大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可能都不在了。那你们放心，好人活不长，你们这样准能活1000年。别以为老夫听不出来你是在骂我，这次先饶过你。老邓，你找我干嘛？先说好，小爷要钱没有，要命更不给。你那仨瓜俩枣还是留着自己买糖吃吧。宫里的事儿老夫听说了，老夫亲自去吕家拆了他们的家门，把他们的家丁揍了一顿。可惜吕阳那个臭小子不在，不然老夫连他一块揍了，替你出气。看着得意的蓝玉，卤蛋心里一阵感动，这是他到这个世界以来第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的人。舅老爷，哎，你这小子终于肯叫老夫舅老爷了。吕家那群崽种这顿打没白挨。舅老爷，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了，我皇爷爷那边可不好交代。蓝玉闻言毫不在意。你不懂，我蓝玉从小便跟在上尉身边，出生入死，战功赫赫，陛下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处罚我的。老夫说过，有老夫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卤蛋虽然感动，但还是不得不感慨，历史上蓝玉被老朱杀死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个人也许战功赫赫，用兵如神，可这政治觉悟还不如3岁的孩子。舅老爷，宫里的事你怎么知道的？那自然是。蓝玉顿觉不妙，连忙住嘴，可卤蛋却接下了话茬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这事既然皇爷爷没有公开，皇宫外边不能有人知晓，你非但知道，还跑去拆了吕家大门，你这不是告诉皇爷爷，他身边有人透露了风声？卤蛋的一番话，蓝玉只觉得浑身冷汗。不能吧，上尉应该不会在意。卧榻之侧岂容猛虎酣睡？宫里的事还没隔夜就传出去了，你是想让我皇爷爷知道你在他身边安了眼线？蓝玉如遭雷击，整个人说话都不利索。这位大明战神像是发抖的基础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孙侄子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老夫真的不是故意的啊，老夫只是想替你出气。行了，我听说舅老爷你收了不少义子。没错，这些人大多都有战功，为了嘉奖他们，老夫便收了他们做义子。大明的兵自有皇帝嘉奖，你收做义子是什么意思？何况我听说这群人强抢民女，妄谣自报的都是你梁国公的名字。义子太多，管不过来。听我一句劝，抓紧遣散你那些义子，然后上交兵权。若是完了，我皇爷爷刀都落下来了，到时候可来不及收回去。蓝玉手里虽然手握数十万大军，但面对老朱这位不可一世的大明战神，可真是一点不敢嘚瑟。听完卤蛋的话后，连连点头。原来如此，小允腾，你可是救了舅老爷一命啊！我这就去。行了，你老快去吧，我还有事要忙呢。这么半天光忙活你了。是赈灾的事吧？不就是钱吗？给，拿着。蓝玉掏出一枚印玺交到了卤蛋手上。这是我梁国公府的印玺，凭此印，梁国公府下财产地契任你取用。若是不够，你就把梁国公府也卖了，反正老夫也不常回京。蓝玉说完，憨厚的笑着。卤蛋心里一阵感动。童子，看到没有？这叫亲人。
行了，老夫的赶紧进宫面圣了。言罢，蓝玉转身离开。卤蛋看着蓝玉的背影，自言自语：舅老爷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宫内，坐在龙椅上的朱元璋听着王虎给自己的汇报，龙颜大悦，不停地拍着桌子：好圣孙，好圣孙呐！那个臭小子还真聪明。承贺喜陛下，蓝将军如今正在负荆请罪，您要不要召见？不必了，一把年纪了还玩这套，让他把兵符呈上来，然后把他那些义子遣散，然后老老实实在家待着。是，那个臭小子救了他一命啊！你顺便将你们锦衣卫记录的他和那个逆孙的对话交给他看，他会明白的。是，陛下。蓝玉光着身子，背上背着一捆荆棘，此刻跪在地上焦急的等待。终于等到了王虎出现，迫不及待的询问：王大人，陛下怎么说？陛下心疼将军年龄不小了，不必如此负荆请罪，只需上交兵符，遣散义子，禁足3月反省即可。谢陛下，臣一定谨遵陛下之意。陛下让下官将此物交给梁国公。这时，蓝玉接过本子翻开一看，里面赫然是自己与卤蛋的一言一行，顿时脸色大惊。陛下好叫梁国公知道，此次是三殿下救了您一命，还望梁国公谨记，莫要做了坑害三皇孙的事。蓝玉捧着本子，浑身颤抖，连忙趴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。末将谨记。蓝玉起身，从裤裆里掏出了一枚价值连城的玉佩，递到了王虎的面前。梁国公这是何意？下官可不能收受贿赂。王指挥使误会了，老夫不是贿赂，只是希望王大人若有机会，能够照拂我那孙芷一二，莫让他在京城受了他人欺负。梁国公放心，三皇孙有陛下撑腰，谁能欺负得了他？阎王好躲，小鬼难防，而治那些小鬼最厉害的，还得是你们锦衣卫。老夫恳请王大人收下。见蓝玉执意如此，又想到朱元璋也嘱咐过他暗中帮衬卤蛋，于是勉为其难地收下了玉佩。梁国公放心。蓝玉点了点头，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。卤蛋带着王德在街市上闲逛了半天，终于来到一座绸缎柱门前停下。卤蛋上下观察了一番，发现此地几乎没有什么人。奇怪，这里地角不错，这房子建的也还可以，应该门庭若市才对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看什么看？打烊了。老人家，我看你这地角不错，为什么没有客人啊？老头上下打量了一番卤蛋，态度豪横。哪来的小孩？你懂什么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不然我叫你家大人了。老人家，我想问你这庄子卖吗？去，哪来的小孩？大言不惭的想买我庄子，多少钱不卖？贵贱不卖。1000两。老头闻言愣住，不敢置信的看着卤蛋。你说真的？当然。那也不是不行，不过……老头上下打量了一番卤蛋，露出鄙夷的神情。你个小崽子，你这一身衣裳也卖不了几个钱吧？还1000两，把你卖了也卖不出2两茶叶钱，少寻老夫开心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！老头不耐烦地驱赶着卤蛋，转过身就要进到屋子里。老张干什么呢？老头闻声看去，立马变了一副嘴脸，点头哈腰。哎呦，王大人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本大人来收租子，赶紧的把这个月租金拿出来。哎呦，这点小事哪劳您亲自来呀？您言语一声，老头子直接给您送去了。老头掏出几两白银交给王虎，王虎掂量了2下，点了点头。我也是顺道过来的，行了，你忙吧。王虎刚准备离开，便见到一旁站着的卤蛋和王德。三殿下，您怎么在这？殿下，王大人，这位小郎君是哪家的公子啊？见到老头的样子，王虎顿时猜了个8、9不离10，当即厉声质问：这是我们三皇孙殿下，你这老头莫非冲撞了三殿下不成？啊，皇孙，三殿下，我老张老眼昏花，识不得真菩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过我老张吧，我上有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谢皇孙殿下，谢谢皇孙殿下。殿下，您来这儿是做什么？看这里地角不错，想要收一间铺子，想跟这位老丈谈谈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以势压人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。老头愣在原地，看向一旁的王虎。王虎闻言哈哈大笑：殿下，这整条街都是锦衣卫的产业，他们是没资格私下买卖的。什么？你们锦衣卫竟然敢强占百姓资产？殿下您饶了我吧，这都是陛下的命令，查抄了许多贪官污吏得来的，一直没有处置，就放在了锦衣卫名下。这些人每月付点租金，都是你情我愿的，你说是不？老张。老头连连点头：是。租金虽然便宜，但没有生意，就算再少也没用吧？我住在这是为了养老，所以就把店给关了。原来如此，王大人，这家店铺能否出让给我？三殿下说的哪里话？整条街只要在锦衣卫名下，三殿下可以任意使用，我等哪敢收钱？既然这样，那等我的生意做起来，分锦衣卫1成利润，
不能锦衣卫的兄弟们白忙活。王虎闻言一愣，皇孙做生意分给锦衣卫利润，这等是简直闻所未闻。寻常官员避锦衣卫如同蛇蝎，皇子皇孙则认为他们是皇家的鹰犬。这一成股份听起来不多，可却是实打实的尊重。殿下，这如何使得？如何使不得？将来生意做起来，难免有些阿猫阿狗的上门找茬，到时候还得靠你们帮忙。这一成利润是你们赢得的，咱们这是合作。王虎闻言当即拍着胸脯保证：殿下放心，此事交给锦衣卫，谁敢来咱们的产业闹事，老子立马给他扔诏狱里去。卤蛋点了点头，掏出枚金锭递给了王虎。辛苦王大人了，这点钱请锦衣卫的弟兄们喝酒。谢三殿下。王虎揣着金元宝乐得屁颠屁颠的离开。卤蛋看向老头：老丈，你不老实啊，还想坑我？这不是不知道吗？您要说您是皇孙，小老儿哪敢啊？行了，看您是开绸缎庄的，我这有个东西，你帮忙长长眼，看看能卖多少钱。晶莹剔透，手感真好啊！这是什么布料？只可惜太少，做不了衣服。这本身就是衣物。啥？这是穿在哪？腿上，专门给女人穿的。老头不禁开始联想女人穿上这东西的样子，一时间只觉得好像返老还童了一样。这感觉，老头顿时热泪盈眶，看得卤蛋不明所以。老头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我二弟，人刚走，都应了。老丈节哀顺变。没事，我这是高兴的。殿下，此物甚妙，只是不知道这京城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能不能接受啊？老头所言在理，卤蛋思索片刻，我有办法，或我先放你这里，等时机成熟，就拜托你帮忙售卖了。殿下放心，小老儿定不负所托。卤蛋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老头看着卤蛋的背影，感慨万千。没想到啊，一把年纪还走上仕途了。深夜，朱元璋来到了郭惠妃的寝宫，憋了数日的老朱搓着手掌，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进了门。爱妃快过来，几日不见，咱可是想念得紧啊。老朱走进房门，四下寻找，可就是不见郭惠妃的身影。奇怪，怎么没人呢？陛下，臣妾在这儿呢。朱元璋闻声看去，只觉得气血翻涌，鼻子湿热。只见屋里的烛光亮起，郭惠妃身着短裙丝袜，丰腴的身姿如烛火般摇曳，看得老朱一个头两个大。爱妃，你这身衣裳从何而来啊？陛下，臣妾这身衣裳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小允腾果然没骗臣妾，这东西只要男人见了女人穿上，保管他走不动道。这个臭小子，谁研究的呢？他难道真是个天才？朱元璋如同二师兄一般，伸着手靠近郭惠妃，想要抱住她。郭惠妃娇笑着，故意晃过朱元璋，自己飘然坐到了床上，翘着二郎腿，风情万种。陛下，来呀！朱元璋刚有的一点不悦，顿时烟消云散，嗤笑着来到郭惠妃身边跪下，抱住了郭惠妃的腿，在丝袜上摸索着。奇怪，这东西怎么感觉在哪见过？什么？不可能啊！小允腾说过，这东西只给了臣妾一个人。这个小坏蛋竟然敢骗本宫！朱元璋回想起昨日喝的汤里似乎就是此物，一时间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原来这东西是穿在脚上的。陛下太过分了，出去，本宫没脸见人了。爱妃，咱不是有意的，臭小子，都怪你。怪只能怪你们古人还是太保守了。郭惠妃将手里的丝袜扔到了卤蛋身上。小允腾，奶奶对你咋样？你竟然骗本宫！郭奶奶，这话咋说的？那老登不喜欢？不能啊，那老登那么好色。本宫昨晚穿着这个，刚开始还好，只是后来陛下不知怎么的突然吐了，这若是传出去，整个后宫还不笑掉大牙啊！吐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哦。卤蛋突然想到自己之前的恶作剧，瞬间便明白了缘由。那个，奶奶您别生气，这不是丝袜问题。你的意思是，陛下嫌弃的不是这丝袜，而是本宫？没有，是我皇爷爷自己的问题，他太虚了。本宫不管，再也不相信你这小坏蛋了。枉本宫把你当亲孙子。见郭惠妃闹了脾气，卤蛋只得抱住郭惠妃大腿，使出了小孩通用必杀技卖萌。奶奶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允通吧。算了，怕了你这小子了。还好小爷长得不差，小贵妃轻松拿下。奶奶，孙儿还有东西给您。本宫可不信你了，又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玩意吧？别以为你小子打的什么主意，本宫这回可不做你的白宫了。奶奶，这回可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虽然也确实不能见人吧，但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，尤其是对女人。卤蛋凑到郭惠妃身边，小声的解释着卫生巾的妙用。这东西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嗨，瞧你说的，您找个来事的宫女试试不就知道了，保证好使，绝不错漏。好，就依你。若是真的好用，那可是全天下女子的福祉，本宫自然会帮你推广。谢谢奶奶，奶奶真好。听说了吗？有种叫卫生巾的东西，可好用了。现在宫里的娘娘妃子都用这个，来了月事再也不怕脏，也不怕染病了。听说了。
据说是一位皇孙发明的。奇怪了，明明身为男子，却对我们女子苦恼之事如此了解，你说他该不会是变态吧？什么啊？我看分明是那位皇孙殿下深知我等女子不易，所以才造了这东西，分明是全天下一等的好男人才是。就是，若是能嫁给此等男子，也不枉此生了。小允汤，你的那东西后宫传遍了啊，现在连各府内的夫人、小姐都知道了。听说还有不少千金小姐想要嫁给你这个妇女之友呢。啊，我吗？我才8岁啊！行啊，可太行了。怎么样？奶奶家有个外孙女，跟你年纪相仿，要不要给你定个娃娃亲？不要，心中无女人，拔刀自然神。女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。见卤蛋执拗，郭惠妃有些失望，又想着卤蛋年龄尚小还有机会，便暂时放下心思。小允汤，你费了这么大劲，都求到本宫身上了，到底有什么谋划？可不可以告诉本宫啊？没啥，就是要做点小生意。是这个卫生巾和丝袜的生意？没错，那老登让我筹款，我1分钱没有，只能做点生意了。那本宫出点钱，能否也占一股？卤蛋闻言有些为难，郭惠妃连忙道：一切以你为主，本宫绝不干涉。你也知道你13叔是个什么德行，本宫也是想攒些家底，将来那孩子到了封地也过得好一点。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生意大部分所得都要上缴国库用于赈灾，明年兴许才能有收益，而且那老登肯定要占大头，所以没关系，本宫出1000两黄金，只占1成。卤蛋有些惊讶，不是惊讶郭惠妃竟然有这么多钱，更是惊讶这分成占比实在是太少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个小鸡贼，跟陛下简直如出一辙。本宫不怕告诉你，这钱是次要的。本宫希望你记得这份情谊，在以后本宫不在了，希望你照拂你13叔1、2。奶奶放心，13叔以后跟我混，保证他吃香的喝辣的。静一静，此次售卖卫生巾和丝袜，数量有限，限量5000份，价高者得，售完即止啊！我呀，别想啊，我是京城府尹家的，给我家大人一个面子。去你！老子还是秦王府的呢，你多鸡毛！众人纷纷争抢，为了买到东西鸡飞狗跳。都干嘛？老实排队，谁要是敢闹事，就跟本官到锦衣卫大牢走一趟。好家伙，锦衣卫城管了。有着锦衣卫的威慑，众人只得老老实实的排队。即便如此，还不过半晌，所有的东西便销售一空。老张卖了多少？全卖出去了，整整白银5723两。殿下，这还有那么多货，为什么要限量啊？若是全都卖出去，这一日怕不是能卖1万两。我滴个乖乖，这么多钱，这比抢还快啊！那你们懂什么？这叫饥饿营销，东西越稀少卖的才越贵，要不了几天这些钱就凑齐了。听到卤蛋的话，王虎脸色一变。殿下，下官还有公务在身，就不叨扰了。给，这是今天的分红。不是，1天1发。对啊，总不能让锦衣卫的弟兄们白忙活吧？每天能见到钱，兄弟们才安心嘛。殿下，您要杀谁？我又没有什么仇人，要害我的还没找到。硬要说的话，不行，你把那个老登打一顿，替我出气。殿下说笑了，下官哪敢啊？我开玩笑的，赶紧走吧。朱元璋看着王虎呈上来的账册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这上面的账目是真的，那小子真的一天卖出了5000两。上尉，臣亲眼所见，绝无半点虚假。朱元璋合上账本，脸上露出一丝杀意凛然的冷笑。这京城有钱的达官贵人还真多啊，咱让他们捐钱赈灾，一个个跟咱哭穷，可是买这些东西，倒是没见他们穷到哪里去。王虎在一旁一言不发，深知此时做个哑巴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连朕的儿子老二都跟咱哭穷，最后只交了20两银子了事，可买这女人的东西，竟然舍得花数百两啊！这就是咱的好儿子。陛下息怒，莫要伤了身子。传令下去，3天后让所有皇子皇孙在太极殿议事。是，陛下。卤蛋大摇大摆地走进太极殿，才发现早已人满为患。朱元璋坐在龙椅上，阴沉着脸，底下的龙子龙孙和王公大臣们一个个不发一言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来说说吧，赈灾筹款一事，你们都做得怎么样了？父皇，孩儿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望父皇垂怜，儿臣愿捐20两白银。哦，咱怎么听说你府里采买东西，随手便花了数百两，怎么到咱这就变成揭不开锅了？父皇你怎么？父皇，儿臣那都是采买些必需品啊。那咱怎么听说你在京城的青楼豪掷千金，只为博家人一笑？秦王朱爽顿时冷汗直冒，浑身颤抖着跪在地上，刚想狡辩，被老朱一个冷哼吓得憋了回去。这就是朕的好儿子啊！父皇，儿臣愿捐5000两白银，3000石粮食。老四，还得是你知道轻重啊！其他皇子见状纷纷站了出来。父皇，儿臣愿捐3000两白银。父皇，儿臣愿出6000两。众人争先恐后，一个比一个叫价更高，眨眼间便凑出了白银数万。跪在地上的朱爽顿时脸色煞白，明白了自己错过了什么，却已经太晚了。
皇爷爷，我愿出资白银3万两，救济灾民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孙儿得知皇爷爷正为赈灾一事忧愁，母妃常常教导孙儿要为皇爷爷分忧，所以孙儿自作主张，到处游说，才筹得这些善款。朱元璋闻言顿时喜笑颜开，连连招手让朱允文过来，将他抱在了怀里。好圣孙啊，真不愧是朕的好圣孙。夸完朱允文，朱元璋看向其他皇子，顿时没了好脸色。看看允文，这才是你们大哥的儿子。再看看你们，比不过你们大哥也就罢了，连你们大哥的儿子都比不上。众皇子心中不忿，可却无可奈何。不少人心中嘀咕自己被老朱做局了。四哥，父皇是不是忽悠我们？这不像是要在咱们这些皇子里立储君的样子啊！朱棣心中冷笑，他早就知道老朱只想立太孙，根本没想过立太子。不过看着自己略微出手就能让这么多兄弟被坑，心情瞬间舒爽了不少。父皇自有考量，只能说你不懂。恭喜陛下得此圣孙，陛下有此圣孙，真乃天家之福，天下之福啊！是啊，臣等恭贺陛下。众人齐声庆贺，令朱元璋喜笑颜开，充满了自豪，老脸笑得像朵菊花。陛下，臣有一事启奏。准奏。陛下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天下也不可一日无储君。臣斗胆请陛下册立储君，以安天下。殿内顿时鸦雀无声，朱元璋的脸顿时拉了下来，平静的有些可怕。以你之言，咱该立何人为储君？臣不敢妄言，还请陛下决断。朱元璋扫了一眼众人，众爱卿何故一言不发？你们说说，谁适合做这储君之位啊？禀陛下，二皇孙天资聪颖，心怀天下。此次募捐一事更是证明二皇孙心怀仁德，已有人君之相。臣以为储君之位非二皇孙莫属。非也，自古立长不立贤，哪有跳过众皇子立皇孙的道理？太子殿下仁德无双，他的儿子自然更适合作为储君，子继父位，有何不可？安选二皇孙，他才是众望所归。群臣炒作一团，却没发现朱元璋的脸越来越黑，直到瞄到人群中一副看戏模样的鲁蛋后，顿时一愣。小逆孙，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打声招呼？众人闻言顿时停止了争吵，齐刷刷地看向鲁蛋。你们不用管我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逆孙，咱听说你最近发财了。没有，一点小钱。你的叔叔哥哥们都捐了，你的钱呢？皇爷爷，你这不是凑够了吗？救灾的钱哪有够的？咱什么时候说过够了？我看这满朝文武都不在乎赈灾了，想来是问题解决了，可不就是够了吗？既然如此，还要我这点小钱干什么？鲁蛋一番话让群臣面面相觑，一些脸皮薄的甚至露出了羞愧之色。都听到了，连个8岁的孩子都知道孰轻孰重，尔等竟然为了争权夺利，罔顾灾民。咱看你们是巴不得咱早日驾崩，好扶你们的新君上位，这么迫不及待想要从龙之功吗？众人顿时惊恐不已，齐齐的跪在地上。微臣不敢。陛下，救灾虽然事大，但立储之事事关江山社稷，请陛下三思啊！今天要是不能让允文做太孙，那我的3万两银子不是白花了？依你之见，这储君之位该从何人之中选啊？太子生前奇德昭彰，自然是从几位皇孙之中选才是。朱元璋冷笑一声，他自然清楚吕阳打的什么算盘。那你看允腾怎么样？这陛下，3皇孙性格顽劣，臣听说今日3皇孙更是从事商贾之事，与民争利，今日更是一毛不拔。此等作为如何能担当储君？臣以为非2皇孙莫属。好对，不愧是我一手提拔的人才。小逆孙，听到了，人家说你一毛不拔呢。说就说呗，说我有不会掉块肉。臭小子，少给咱上眼药，咱知道你挣了不少，把你这几天挣的说出来让他们听听。行吧，看在您老的面子上，我就说个数。鲁蛋伸出手，比出个6的手势。6？什么是6？6是什么？我们绸缎庄这几天的营业额是6个万。鲁蛋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惊，连老朱都瞪大了双眼。他只知道鲁蛋生意火爆，但没想到这么赚钱，短短几天时间就赚了6万两白银。不得不说，多谢了各位大人赏光。没想到诸位赈灾没啥钱，上我这买东西倒是一个比一个大方。我在这里多谢各位了。诸位大臣甚至是王爷们一个个敢怒不敢言，在老朱的眼皮底下只能低下头，装作事不关己的模样。恭喜宿主获得众位大臣月年之共127999。都听到了吗？都是咱的好儿子、好臣子啊！众人一个个不敢接话，缩着脑袋当鸵鸟。既然如此，咱宣布，此次拔得头筹的是朱允腾，捐钱6万两白银。不是等会，老登你算计我！你自己说的6万，怎么？难道咱听错了？那是我一共赚了6万，还要分红的，你一下全拿走了，我还得倒贴钱。记上，3皇孙捐6万两白银赈灾，咱倒要看看那些个粮商还有什么借口搪塞。朱元璋好似没有听见一样，自顾自地让史官记录，随后又看向文武百官。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如今老三捐了6万，这储君之位是不是该给老三啊？吕阳和玉兴二人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。这小子怎么整的这么多钱？女人的钱就这么好赚吗？老子贪都贪不过他。
陛下不能这么说，此言一出，天下人还以为这储君之位是靠钱便能买来的。尔等还知道这储君之位非钱才能买，咱自家是何时轮得到尔等决定？莫非是以为咱老了，提不动刀了？众人被吓得立马闭上了嘴。前些年太子还在世时，老朱杀了几万人，到现在那午门的地还红着呢。今日众人也算是重新回忆起了老朱的可怕。臣等知罪。散尔等识相，传朕旨意：三皇孙朱允腾献策有功，身体力行，为朝廷分忧捐钱6万两救济灾民，封吴王，赐吴王府一座。鲁旦不以为意，6万两白银就换了个破封号和一座府邸，怎么算都亏大了。而文武百官与众位皇子的心中却截然相反。老四，吴王该不会是父皇的？没错，是父皇称帝前的封号。三哥四哥，父皇这不会是要立小三子做皇太孙吧？我也不清楚父皇的意思，不过看样子8九不离十。小三子一点不像咱大哥的儿子，但跟咱们的父皇可太像了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其余几位王爷闻言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。看来得找机会好好巴结巴结这位大侄子了。今日太子府家宴，咱有话跟你们说，退朝吧。小逆孙，你留下。老邓，留下我干啥？我钱都让你卷光了，一分都不剩了。小子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6万两银子换一座吴王府，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叔叔们，这笔买卖值不值？那感情好，谁要我卖给他？朱元璋月念值666。这臭小子，难不成真的不知道吴王意味着什么吗？罢了罢了，今晚跟咱一道去太子府，咱有事要宣布。废物，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这下好了，花了几万两，最后却为那个小孽种做嫁衣。姐姐息怒，我哪知道那个小孽种竟然几天时间赚了那么多银子？我在户部侍郎的位置上待了1年，都没他赚得多。如今可好，父皇封他吴王，这天下谁不知道？吴王是他朱元璋称帝前的封号，这是明摆着告诉世人，将来要立那个小孽种当太孙。吕阳哑口无言。朱元璋立鲁旦吴王，几乎可以说鲁旦太孙之位已定。可吕家谋划这么久，他们实在不甘心就此失败。阿姐，或许可从嫡庶之上入手。嫡庶，那小子早就想到了，那翌日跟本宫论嫡庶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那又如何？如今的太子妃是阿姐你，又不是他那个死了的娘，论嫡论长，怎么也轮不到他。可说到底，我也不过是从侧扶正的。若是陛下有意，那个小孽种说他是嫡长子，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，照样合乎礼法。那就看咱们怎么争取了。什么意思？陛下一直不肯发丧，只因此前在封地的众位王爷尚未到期，如今王爷都已归来，要不了几日，太子便要出殡。届时这摔盆打翻的人选，你是说让允文来做，如此便能坐实允文嫡长子的身份？这是自然，既然是嫡长子，有礼法在此，届时拖上几年，就算不是太孙，凭我吕家的势力，联合众多文官大儒，照样能扶持允文上位。好，就依你这么办。阿姐，之前的计划也继续吧，两手准备。都到齐了吧？那咱就说了，咱一直按着不肯发丧，就是等着你们这些兄弟到齐，好送你大哥最后一程。如今既然都到齐了，也是时候了。几位王爷端起了酒杯，朱刚、朱棣等人皆是眼眶含泪。父皇，儿臣来迟了。咱以前光顾着打仗，是你们大哥和咱妹子将你们带大的，所幸你们大哥给我留下了3个大孙，允文、允腾和允坚。以后若是咱不在了，你们这些做叔叔的一定要好好的替你们大哥，替咱照顾他们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照顾好大侄子们的。父皇，您这说的是哪的话？您的身子骨硬朗着呢。再说，大哥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。父皇，既然夫君出殡，那由谁来摔盆打翻？朱元璋看向吕氏，立刻清楚对方打的什么算盘。这个咱早已经想过了，这摔盆就由咱亲自来。父皇，这天下哪有爹给儿子摔盆的？这不是乱了礼法吗？什么礼法不礼法？咱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难不成还不允许咱悼念自个儿儿子不成？就这么定了。至于打翻，你身为太子妃，你认为应该谁来摔盆打翻？允文身为长子长孙，儿臣以为应该由允文来做。朱元璋看向朱允文，看了许久，若没有朱允通，朱允文确实是太孙的唯一人选。从他的身上也能看出些许朱标的影子，但可惜的是，朱允通太像自己了。允文这孩子不错，可惜终究还是不如允腾啊，就让允腾打翻吧。一句话令吕氏如坠冰窟。可是允文毕竟是……吕氏话还未说完，便被朱元璋抬手打断。允文虽是长子，但允腾亦是嫡子，有资格打翻。朱元璋既没有否定朱允文是嫡长子，也没有说鲁旦是嫡长子，但吕氏明白自己的儿子已经不在朱元璋的心里占据主要位置，顿时失去了所有力气。儿臣明白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更加确定了老朱想要立鲁旦为储君的想法。至于鲁旦，此刻正跟系统聊得火热。恭喜宿主获得蒸汽机制作图纸、赤脚医生手册、民兵训练手册、军地两用人才之友。我果然是天选之子，穿越者3大神书全出来了，光这2本书，重建人类文明都够了。赤脚医生手册与民兵训练手册与军地两用人才之友，并称为穿越者3大神书，几乎涵盖了人类发展所应用的所有领域，从科技医疗到军事民生，无物不包。吕氏看着鲁旦得意的模样，
眼神充满了怨毒。小孽种，你等着，本宫保证你活不了多久。朱标出殡之日，朱元璋与一众王爷哭成一团。卤蛋举着引魂幡走在最前方，对这个便宜父亲卤蛋并没有什么感情，但依然感觉心情沉重。也许是元神朱允通在怀念那个慈祥的父亲，安葬了朱标，并打发了其他王爷回到封地。朱元璋肉眼可见的充满疲惫，回到皇宫后只召见了朱允通一人。逆孙，今天你就搬去吴王府吧。当真？那以后是不是没人管我了？看着卤蛋期待的模样，朱元璋心情好了许多，邪魅一笑。想得美，等安顿好了，咱要给你找几个老师，以后你就给咱在吴王府好好学习。老邓，我看你早就没安好心，信不信小爷离家出走？小子，你听说过猴子能逃出如来佛的手心吗？咱的锦衣卫遍布天下，你跑到哪咱都能把你抓回来。算你狠！回太子府吧，收拾收拾，把你的东西都拿到吴王府去。我才不要！给我下毒的人还没抓到，谁知道还有没有东西藏在里面？放心，让王虎带着锦衣卫陪着你，有问题让他们先上。我的命不是命啊，为我花生。这还差不多。卤蛋掏出一本账册扔给了朱元璋，朱元璋打开一看，有些惊讶。这是你那个绸缎庄的账册，你竟然把这东西交给咱？本来就打算给您老人家30%股份，您老也算是大股东了。好圣孙，好圣孙了，就你知道心疼咱。不过这30%不比给咱，上缴国库吧。你可算了吧，老邓，你看看你自己，龙袍就这一件，后宫的娘娘们因为你，平日里连件新衣裳都舍不得买，知道的他们是妃子，不知道还以为是丫鬟呢。你懂什么？咱这是节俭，咱若是铺张浪费，上行下效，那帮官员国公还不得翻了天啊！你小子一看就是没有穷过，想当年。别想当年了，你要那么喜欢过去，干脆把名字改回去当乞丐得了。逆孙，有你这么跟咱说话的吗？本来就是，您哥这苦自己还苦孩子，殊不知那些国公官员虽然明面上不敢骄奢淫逸，可私底下哪一样也没少来啊。谁敢？咱诛他9族。您就别自欺欺人了，您省下来的那些钱，最后说不准都流到那些贪官污吏的手上了。难道您宁愿留给那些贪官花，也不舍得给各位奶奶还有我那些小叔叔们花吗？逆孙，你还教育起咱来了？自古以来，明君向来都是如此，咱要以身作则，咱可不希望日后出个骄奢淫逸的昏君，葬送了咱的大名。钱是我挣的，我说咋花就咋花，您要是不同意，那就把股份还回来。卤蛋伸手便要将册子抢回来，老朱连忙将其藏了起来。成，咱听你的就是了。听完卤蛋的一番话，朱元璋有些犹豫，可他到底是节俭惯了，就算让他敞开了花钱，也早已忘了该怎么花了。您这老思想要不得，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，花出去的钱才是钱，流通起来才能刺激生产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行了，咱差点信了你的邪，如今大明百废待兴，过了这阵子再说吧。卤蛋转头离开，留下朱元璋一人若有所思。这小子肚子里东西不少啊，难不成有人在背后教他？卤蛋回到自己久违的房间内，房子里的东西不多，有必要带走的不过几件衣服和那个从小睡到大的玉枕头罢了。就这些东西，打包带走吧。好嘞，您就瞧好吧，殿下。王虎吩咐几个手下，正准备将这些东西打包带走。卤蛋突然发现朱允坚躲在门外的小脑袋。老三，他怎么来了？难不成是太子妃派他打探情报？随即卤蛋便摇了摇头。朱允坚才4岁，要是让一个4岁的孩子来打探情报，只能说吕氏这辈子有了。行了，别躲了。二哥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卤蛋看着眼中带着不舍的朱允坚，印象中虽然这小子也是个魔丸，但貌似跟原生的感情也不算多差。我是你三哥，你二哥是朱允文那小子。可是我就你跟大哥2个哥哥，你当然是二哥了。你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，让开吧。二哥，那你还回来吗？你是要到爹那里去吗？是不是以后你会跟爹一起回来？卤蛋看着天真无邪的朱允坚有些不忍，掏出了一根棒棒糖给他。会回来的，这里就交给你守护了，好好吃饭，好好长大。二哥，你真好，我记住了。二哥，我有个。朱允坚突然扭扭捏捏，时不时的看向床上的那个玉枕头。你想要那个枕头？想要，爹和你都有，连大哥都有，就我没有，所以想要。行吧，给你了。殿下，您不是最宝贵您的那个枕头了吗？这您也舍得给他？一个枕头而已，孩子喜欢，给他就是了。您也是个孩子啊，殿下真是越来越不一样了，我都快不认识了。好爷，二哥你最好了，比大哥好多了。你老娘要知道你这么说，恐怕会气得把你塞回去吧。卤蛋拿起玉枕头来到朱允坚面前，给你，拿好了。不过劝你一句，别让你娘知道，否则肯定把这个东西给扔了。我知道了，这是我跟二哥的秘密。言罢，卤蛋将枕头递给朱允坚，奈何朱允坚低估了这枕头的重量，2只小手一个没拿稳，枕头掉在了地上，磕碎了一角。这是我的枕头。朱允通哭着想要捡起枕头，却被卤蛋一把拉开。别过去，
都捂住口鼻。卤蛋捂住朱允坚的口鼻，却被朱允坚打开。二哥坏，你一定是反悔了。这枕头坏了，等二哥修好了再给你。说好了，二哥不许反悔。卤蛋点了点头，使了个眼色让王德带着朱允坚离开，随后面色凝重地看向地上的液体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这枕头莫非有什么问题？水银，这枕头里有水银。王虎听完脸色一变，连忙上前查看，果真是水银。殿下，您的枕头里怎么会出现水银？这可是剧毒之物啊！卤蛋目光怔怔地看着地上的水银，他也不记得的为什么会这样。回想起曾经郑太医所说的症状，丹毒、水银，看来我中的毒就是这水银之毒。殿下，这枕头从何而来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东西我从小枕到大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依下官之见，还是交给陛下决断。卤蛋点了点头，脸色阴沉地离开。朱元璋拿着那枚玉枕头勃然大怒，查，给咱查，这枕头到底从何而来？到底是谁要害咱的大孙？朱元璋看向卤蛋，面色铁青。他本以为有自己保护下毒之人，再无机会得手，可没想到却差点间接又害了自己的好生孙。小三子，你放心，咱一定抓出幕后真凶，绝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。卤蛋沉默不语。朱元璋看着卤蛋，心疼不已。孩子，咱知道是咱没有保护好你，你不相信是应该的，但请你再给咱一次机会，咱一定……皇爷爷，我没有怪你，只是在想一些事情。什么事？你不要多想，好好休息，一切有咱呢。你知道这枕头里的水银是如何发现的吗？如何发现的？允坚知道我要走，他一直很喜欢这个枕头，便冲我讨要，我便送给了他。可惜他没拿稳，让这东西摔在了地上，磕碎了一角。这么说，是允坚这小子救了你一命？算是吧。不过更重要的是他说的另一些事。朱元璋看着面色凝重的卤蛋，有些疑惑。什么事？他说这东西，我大哥还有我爹都有一个。朱元璋闻言脸色骤变，气势突然一变，好似要是人的猛虎。你说什么？这东西彪儿和雄鹰也有？卤蛋点了点头。一瞬间，朱元璋整个人都变了，怒极反笑。好啊，好啊，这么多年咱都没发现，咱还真是有眼无珠啊！皇爷爷，你先息怒，还不清楚是不是真的，等王虎他们查清楚了再说。朱元璋压住了怒气，但心里已经清楚，这是10有8九就是真的。那同样也就意味着，彪儿和雄鹰一个英年早逝，一个早夭，竟然是被人谋害。查清楚了吗？禀陛下，查到了。根据太子府的侍女侍卫所言，太子和太孙殿下的遗物中却有同样的枕头。微臣前去查验过了，那2个枕头里怎么样？却有水银。王虎的话如同晴天霹雳，即便老朱早有准备，却还是抵不住真相的雷霆之击，瘫坐在龙椅上。殿内一片死寂，王虎跪在地上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卤蛋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位平日里威风八面的洪武大帝，此刻仿佛一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，只剩下一个老人丧子丧孙的无尽悲痛与滔天怒火。所以彪儿、雄鹰他们不是病死的，是被人毒死的。陛下，根据查验，太子殿下与玉怀王殿下的枕中确实都灌有水银。太医如何说？属下问过太医，毒性缓慢挥发，经年累月之下，足以令人衰弱而亡。朱元璋闻言虎目含泪，闭上了双眼，抓着龙椅的手颤抖不已。是咱耳聋心瞎，若是咱早点发现，雄鹰和彪儿就都不会死。皇爷爷，这是不是你的错？查，给咱一查到底，这枕头是谁送的？经手过的所有人都给咱抓起来，一个都不许放过，咱要诛他十族。朱元璋的咆哮声在殿内回荡，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与杀意。皇爷爷，现在不是发泄怒火的时候，关键是谁有能力、有动机，并且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到这一点。这枕头想必不是寻常人能接触到，并能长期放置在太子和长孙床榻之上的。对，咱不能乱，咱要冷静，咱要亲手剐了那个畜生王虎。臣在。立刻秘密拘捕太子府所有负责起居用度的宦官、宫女，特别是库房管事，给咱撬开他们的嘴，问问这枕头到底是从何而来，是谁安排置办的？是陛下，臣立刻去办。王虎领命，连滚带爬地退出了大殿，脚步匆忙。好孩子，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，咱有何面目九泉之下去见咱妹子？现在说这些还早，皇爷爷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我爹、我大哥还有我都被人用同一种方式下毒，这明显是冲着我们这一脉来的。谁最希望我们死绝？你是想说吕氏？她是现在的太子妃朱允文的亲娘，如果我们都死了，她和她儿子将成为最大赢家。结果还未出来，不可擅自揣测。吕氏好歹是太子妃，此事事关重大。卤蛋有些失望，事到如今朱元璋还是在袒护吕氏，准确的来说是袒护朱允文。不过他也清楚朱元璋有多重视亲情，多重视朱标留下来的孩子，只能就此作罢。算了，还是等王虎调查之后再说吧。吕氏正在悠闲的品茶，
一名心腹侍女悄无声息地进来，面色惶恐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宫里传来消息，陛下突然下令，锦衣卫正在秘密抓人，都是府里负责库房和殿下们起居的老人。什么抓人？为什么抓人？具体的不知道。废物，这点事都弄不清楚。下官拜见太子妃。太子妃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吕氏泰然自若，仿佛没有听见一般。王大人，好大的官位啊！来我太子府肆无忌惮地抓人，现在还要抓我这个太子妃，莫非是要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不成？不敢，陛下旨意，抓捕所有毒害三殿下有关之人，请太子妃不要让下官难做。放肆！本宫乃陛下敕封，就算陛下要抓本宫，也当下一道圣旨，还轮不到你们在这空口无凭的抓人。吕氏的威势让几个锦衣卫不禁后退了几步。太子妃，你可知道三殿下中的是什么毒？丹毒，此事早有定论。怎么啊？王大人是怀疑本宫下毒吗？毒害三殿下的正是陪着他多年的枕头，不知太子妃可知晓此事？王虎说完便死死地盯着吕氏，仔细观察着吕氏的神态变化。可惜吕氏神色如常，没有丝毫破绽。那枕头本宫知道，当年是常姐姐定制的，说是玉能养人，便给自己的孩子和爱父夫君都做了一个。本宫那时还只是个测试，允文和允坚只是庶子，无此殊荣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太子妃解惑，下官告退。王虎走后，吕氏松了一口气。娘，他们抓人，把奶娘他们都抓走了，你快救救他们吧。允文，你要记住，若是娘不在了，一定要保护好允坚，明白了吗？为什么？娘为什么会不在？是因为三弟吗？娘，我不与他争了，他想要什么都给他就是了，我只要娘。住嘴！在皇家不争便是死，以后绝不许再提。现在去找你舅舅，就说吕家要遭大难，让他早做准备，明白了吗？你出府，他们不敢拦你。我知道了。赵狱深处，哀嚎声不绝于耳。王虎亲自坐镇，审讯着太子府的旧人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。王虎审问着一个绑在木桩上的下人，说：太子殿下和于怀王殿下寝宫内的玉枕是从何而来？是谁经手制办的？大人饶命啊！小的真的不知道啊。看来不用重刑，你是不会说实话了。继续。另一个审讯室内，一名年老宫女跪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李嬷嬷，你在太子府伺候多年，太子妃娘娘待你不薄吧？说说吧，那玉枕是不是吕娘娘吩咐你们准备的？千户大人明鉴，老奴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那东西是前太子妃让人做的，老奴只知道那东西是江南的一个工匠打造的，其余的真的不清楚啊。匠人？哪个匠人？现在何处？是江南的一个皇商手下的大家，听说几年前就病死了。线索似乎中断了，王虎听着汇报，眉头紧锁。病死了，这么巧？去查那个匠人的家属，查他所有的社会关系，还有继续审，重点审问吕氏从吕家带进太子府的心腹。我就不信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。朱元璋看着朱标与朱雄英的灵位，心中悲痛万分。王虎此刻正跪在一旁，而卤蛋则面露震惊之色。又是常事，你确定吗？陛下，微臣盘问过了，所有人都一口咬定的确是前太子妃派人定做的枕头。微臣也调取了工匠手里的记录，发现确实如此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我娘？上次是这样，这次也是这样，他们是欺负我娘早死，死无对证嘛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此事以后再议。不行，我绝不同意。今天我势必要查出真凶，还我娘一个清白。够了！朱元璋拍案而起，看着卤蛋，眼神充满了复杂。回去吧，相信朕会抓住凶手的。卤蛋看着朱元璋充满血丝的双眼，不由得心中一软，只得点了点头离开。见卤蛋离开，朱元璋深深叹了口气，闭着眼睛摆了摆手。接着说吧。虽然确是前太子妃要求定做，但微臣查到那些枕头出自江南一家皇商的工坊手中，臣暗中派人调查此皇商背后之人。吕家不过是吕家旁支的小姐的婆家，并且从一位嬷嬷的口中得知，吕氏曾经跟前太子妃谏言，说玉可养人，枕玉可以安眠。那时太子殿下忙于政务，已经数月不曾睡过一个好觉了，所以常家那丫头才会想着给彪儿做个枕头，结果非但害死了彪儿，还害死了雄鹰，甚至还差点连允腾也没能幸免，是吗？是。朱元璋深吸了一口气，饶是他杀人如麻，此刻也被真相惊得浑身发冷。咱自参加义军以来，出生入死无数，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害怕过。咱参军是恨园廷无道，更贪官污吏，地主老财荼毒百姓。没有他们，咱爹娘兄弟也不会一个接一个的饿死。陛下，王虎想要劝慰朱元璋，可实在不知说什么好。吕氏竟然用常家丫头对彪儿的爱，对孩子的爱下手，如此用心，便是天下最毒的毒蛇也不及其万一。怪不得老话曾言，最毒不过妇人心。陛下是否要我抓住吕氏，抄灭吕家满门？现在都只是一些猜测，没有实际证据。朱元璋思索了一阵，最终还是下令
传朕旨意，先把吕氏抓起来，咱要亲自审问。吕氏，你还是不招吗？父皇，儿臣从未做过，不知道父皇要儿臣招什么。朱元璋叹了口气，吕氏身上满是伤痕，他不招，锦衣卫也不敢对他用酷刑，即便是朱元璋也无法这么做。你的确很聪明，做事天衣无缝。咱可以告诉你，即便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。父皇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死，子不死便是不孝。儿臣对允腾确实疏于教导，陛下若因此降罪，儿媳绝无怨言。只是父皇不可辱我名声。事到如今你还嘴硬，是清楚咱没有证据不能杀你，可你应该知道，咱不需要证据，一样可以让你还有你背后的吕家彻底覆灭。父皇，从儿媳嫁入朱家开始，就是朱家的儿媳了。吕家如何，与儿媳并无瓜葛。你倒是够狠，哪怕牺牲整个吕家也在所不惜。看着吕氏如此拒不认罪的模样，就连朱元璋也忍不住欣赏，甚至心里的答案也稍微动摇了几分。罢了，那再过几日再来审你。朱元璋无奈之下，只得与王虎走出了审讯室，而审讯室门外，卤蛋早已等候多时了。皇爷爷，怎么样？那吕氏招了吗？他不会招的，一旦招了，吕家和宇文就全完了。他谋划这么久，绝不可能招的。卤蛋沉吟片刻，心生一计，让我来吧，我保证他招供。殿下，不是下官瞧不起您，连锦衣卫和陛下都没办法，您就别费劲了。让我试试吧。那吕氏好歹是你名义上的母亲，你这个大儿子的对母出手，将来天下人该如何看？不行。这样吧，我保证不对他用刑，保证他身上不会受一点伤害，怎么样？卤蛋再三坚持，朱元璋思索片刻，只得答应。好吧，王虎，你跟着他。不用，此法只能我一个人去。卤蛋信心满满的走进了审讯室。是你？怎么，陛下都审不出来什么，你还怀疑本宫？别装了，这里就咱们俩，皇爷爷他们都走了。这小子想诈我，你还太嫩了点。不说话了，是不是以为我骗你？说着，卤蛋打开了门，门外果然空无一人。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无论如何，本宫从来没有害过你，也没有害过夫君和雄鹰。我好像从来没说过你害过我爹和我大哥吧？吕氏目光一凛，随即一笑，想诈我，本宫早已知晓，你不过是想把夫君和雄鹰的死嫁祸到本宫头上，本宫绝不屈服。你我都清楚，我早就认为你是凶手，所以不管你是不是，在我心里你都得死。既然如此，你还废什么话？杀了我！你若不杀我，本宫发誓，从这里出去以后，定要向天下人控诉你这个不孝之徒。吕氏如同疯魔，不断叫嚣着让卤蛋杀了自己。别叫了，你让我杀你，无非就是想让我背负一个弑母的名声。天下人绝不允许一个弑母的不孝之人荣登大宝，到时那个位置自然落到了你的宝贝儿子手里。那又如何？你敢吗？本宫出去，一样能让你遗臭万年。小爷才不在乎什么遗臭万年，应该说小爷什么都不在乎，可惜你不一样。卤蛋冰冷的话让吕氏心中泛起些许恐惧，只得不停地安慰自己。这小子都是装的，哪有人在世上没有在乎的东西？你倒是说说看，本宫在乎什么？卤蛋邪魅一笑，冷冰冰地说出了2个名字：朱允文、朱允坚。你难道想要对他们出手，弑兄杀弟？莫说天下人，连陛下也绝不会容你。李二弑兄杀弟，照样能够成为千古一帝，我又如何？你心里清楚，皇爷爷是因为朱允文那小子才迟迟不肯杀你，否则即便没有证据，你现在也已经死了800回了。吕氏不为所动，他可不怕死。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但朱允文、朱允坚呢？你少来吓唬我，陛下绝不可能对他俩出手。你要是就这点手段，还是赶紧离开吧。我会离开，既然你不认罪，那我只能对他们俩下手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陛下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。你别忘了，蓝玉是我的舅老爷，手握边疆几10万大军，出去我就会让他杀了朱允文、朱允坚。不，陛下绝不会允许。而且你杀了他们，这辈子也休想登上皇位。你太小看我在皇爷爷心里的位置了。没错，他们俩也是父王的儿子，活着，皇爷爷对父王的愧疚，哪怕是造反也不会重罚。不过巧了，我也是父王的儿子。卤蛋邪魅一笑，看得吕氏浑身发寒。杀了他们，父王留在这世上的孩子就剩我一个，皇爷爷还是会将皇位传给我。就算不会，杀了他们，也不会有人是我的对手，也再无人敢害我性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吕氏怨念值99。不行，你不能那么做。我偏要这么做。放心，我不会杀你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在你的前面，让你亲手给他们送终。你这个魔鬼！彼此，这些都是跟您这个好娘亲学的。求求你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跟允文和允坚无关。你要报仇杀我就行，不要伤害他们。不可能，朱允文在一天便有可能与我争夺皇位，他必须死。那求你不要伤害允坚，他还只是个4岁的孩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更没有可能跟你争夺皇位。但他总会长大的。卤蛋的话如同魔鬼的低语，让原本痛苦求饶的吕氏愣住，看向卤蛋的目光变得疯狂怨毒。
吕氏怨念值9999，宿主你这个样子好可怕。朱允腾，你不得好死！本宫只恨没有早点杀你，你们朱家都该死！朱标、朱雄鹰，还有常氏那个该死的贱人，本宫后悔让他们死得那么舒服。你承认了？吕氏冷笑一声，看着卤蛋露出得意之色。本宫承认了又怎么样？那枕头是我暗示常氏做的，也是我推荐的那家工匠。那个蠢女人不过是运气好一点罢了，凭聪明才智、学识胆魄，哪一样比得上本宫？呸！你这种毒妇也配与我娘比？可她死了，临死的时候还哭着让本宫照顾好你。可她不知道，本宫借了她的手弄死了她夫君和她儿子。她临死还托她的仇人照顾自己的儿子。你说她是不是天下最蠢的蠢人？我懒得与你逞口舌之争，自有皇爷爷处置你。他会送你们一家去下面给我父王母妃忏悔的。卤蛋转身准备离开。你休想！陛下来了，本宫还是什么都不会承认。等本宫出去，早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吕氏看着卤蛋的背影，露出得意之色，眼中满是病态的快感。卤蛋转身，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。不用你承认，你的罪状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吕氏不屑一笑，只当卤蛋不过又是在吓唬自己罢了。本宫可不记得签过什么罪状，本宫警告你，你……吕氏话还没说完，却见卤蛋掏出一个从未见过的发光的小镜子。本宫承认了又怎么样？那枕头是我暗示常氏做的，也是我推荐的那家工匠。看着手机里播放的内容，吕氏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天下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？说了你也不懂，怎么样？这份罪状够权威吗？妖怪，你是个妖怪，怪不得你性情大变，怪不得你能拿出这种妖物。我要告诉陛下，我要告诉陛下处死你！别挣扎了，你死局已定，只要我将此事传出去，别说你，就连你的2个儿子也不可幸免。吕氏彻底放弃了挣扎，整个人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。是我输了，允腾，求你，允文和允坚是无辜的，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你要杀允文，也求你放过允坚。只要你认罪，我可以答应你，朱允文只要不再跟我争夺皇位，我会让他当个闲散王爷。至于允坚，这孩子我很喜欢，何况他还救了我一命，我会保他一世平安。吕氏点了点头，露出一副凄美的微笑，看着卤蛋露出遗憾之色。你若是我的儿子，该多好啊！求你别告诉允文和允坚。卤蛋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开。卤蛋带着吕氏的罪状和手机来到了皇宫，将2样东西全都给朱元璋看了一遍。为什么不能昭告天下？得知朱元璋要秘密处死吕氏，卤蛋1万个不解。这个毒妇杀了我爹、我娘，还有我大哥，若不能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，如何能对得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？老邓，你难道老糊涂了吗？你懂什么？此事乃是皇家丑闻，若是昭告天下，所有人都将知道朱家娶了一个毒妇，还杀了太子和皇孙，天下如何看待朱家，看待你？我不在乎。可咱不能不在乎，咱绝不允许大明的下一代皇帝有任何污点，一切的罪恶和抨击由咱来承担。咱做错过许多事，不在乎再多几件。没人要你背负这些，即便是圣明如太宗皇帝又如何？不过是些许骂名，1000年之后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。更何况，为何连吕家也不处置？不是不处置，而是暂时搁置。吕家也是名门望族，若是突然将他们全部处死，如何堵住天下悠悠之口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干脆把他们都放了，让他们把我杀了，把咱老朱家屠个干净，一了百了。朱元璋无言以对，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几十岁。本就60岁高龄的他，如今却如同80岁的枯槁老人。小三子，咱知道你恨，咱也恨。可允文和允坚是无辜的，他们也是你父王的孩子，也是咱的孙子，咱如何下得了手？当着他们的面杀了他们的母亲和亲族？卤蛋怔怔地看着这位老人，眼中的失望刺得朱元璋心口生疼。原来我从来不是您的真正的孙子。言罢，卤蛋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，独留朱元璋一人瘫坐在龙椅上，久久不能平息。朱元璋怨念值加99999。卤蛋搬进了新的吴王府，虽然比太子府小了些，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。虽然这个家只有自己一个人。朱允腾，朱允腾，二殿下不可，这里不能往里闯啊！朱允文气势汹汹地冲到了吴王府内，看着正坐在躺椅上的卤蛋，在卤蛋震惊的目光中跪在了卤蛋面前。三弟，求求你，我不会跟你争夺皇位了，我也不会再跟你争夺皇爷爷的宠爱。母亲，她都是为了我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放过我母妃吧。卤蛋叹了口气，上前将朱允文扶起。抱歉，我救不了他，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，你和老四才是无辜的，回去吧。不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不过无所谓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就让我替母亲去死吧。三弟，求求你，皇爷爷最喜欢你了，只要你求情，他一定会放过母亲的。卤蛋看着痛哭流涕的朱允文，心中不忍，说到底眼前这个建文帝如今也不过是个10来岁的孩子。你母亲杀了父王，杀了我母亲，杀了大哥，还要杀我，
你让我如何救他？又凭什么救他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母亲怎么可能这么做？你一定是骗我的！是不是骗你？你自己去问你母亲吧。只是别带着老四，他还小。朱允文擦了擦脸上的眼泪，狠狠地看了鲁丹一眼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吴王府。殿下就这么告诉他，真的好吗？他会不会跟他娘一样？一个孩子，就算他真有这个心，我接着便是。母妃，母妃！牢里早已准备等待死亡降临的吕氏听到了朱允文叫喊，连滚带爬的来到牢门，隔着栅栏见到了朱允文。允文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快走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娘，允腾说你杀了父王，还杀了大哥，这是真的吗？他告诉你的，他答应过我，不会告诉你们的。是我逼他的。母亲，你告诉我这些都不是真的。允坚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母亲，你不可能回答我。所以允腾说的是真的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要杀父王？得到了真相，朱允文却完全不敢相信，在他的眼里，自己母亲是全天下最好的人，是那个自己生病几天几夜都不合眼的慈母，与谋杀父亲的毒妇完全不同。不要说了，允文，我要你记住，娘走以后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弟弟，去找你舅舅，他会保护你们的，好好的活着，不要再跟朱允腾斗了，你斗不过他。我不相信，这都不是真的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我去求皇爷爷。说完，朱允文头也不回地跑走了，任凭吕氏如何叫喊，都换不回那个小小身影救母的决心。朱元璋坐在轮椅上，桌上摆满了奏章，他已经几天没有合眼了，更没有心情管什么政务，只能闭着眼睛假寐。皇爷爷，皇爷爷！朱允文的喊声将朱元璋惊醒。皇爷爷，求求你，饶我母妃一命吧！朱元璋神色复杂地看着朱允文，不知该如何向朱允文解释。皇爷爷，我知道我母妃做了很多错事，但不论是什么，都是为了我，我才是该死的那一个。皇爷爷，求你成全孙儿，就让我一命抵我母妃一命吧。允文，你不知道你母妃犯了什么错，咱不能饶她，天下也不可能饶她。不，皇爷爷，你从小教导我要孝顺，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母妃死？求求你，皇爷爷，就让孙儿替母妃去死吧，孙儿绝无怨言。朱元璋张了张嘴，想说朱允文这么做不值得，可却始终说不出口。正在此时，王虎的声音传来：“陛下！”王虎冲了进来，见到朱允文在这里，大吃一惊。见到朱元璋点了点头，连忙跪下：“陛下，太子妃在狱中自杀了。”什么？母妃她？朱允文瞬间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瘫坐在地上。朱元璋摸着他的脑袋叹了口气：“你母亲虽然做了太多错事，但她确实是为了你好。”朱允文泣不成声，朱元璋只能摇了摇头，看向王虎：“昭告天下，太子妃吕氏突发恶疾，太医医治无效，不幸逝世。”是。殿下，喜事，大喜事啊！正在躺椅上晒太阳的鲁旦突然听到王德大喊大叫，不耐烦地站起身：“烦死了！什么喜事？太子妃死了，王大人说是在诏狱里畏罪自杀。陛下已经昭告天下，说太子妃病死。这算什么好消息？那个老登到现在还在乎他那个狗屁的皇家颜面，可不敢这么说啊！就是那个老登站在小爷面前，小爷照样骂他。逆孙，咱来了，咱倒要看看你怎么骂咱。”朱元璋带着王德走了进来，鲁旦则是一个重新坐回躺椅上，翻了个身，背对着朱元璋：“小逆孙还在生咱气呢？不想理你。咱知道你埋怨咱，等你当了皇帝，自然就明白了。”陛下！鲁旦也惊讶地转过身：“老登，你要死了！”朱元璋怨念值加99。老子身体好得很，你个逆孙，巴不得咱早点死啊！你那么着急传位给我干嘛？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。不知怎么的，虽然鲁旦的话不是很好听，但老朱听着倒是美滋滋的。咱什么时候要传位给你了？你想当皇帝，得等咱死了之后。那你是啥意思？咱准备昭告天下，册封你为皇太孙。朱允文失魂落魄地来到吕家，被吕阳接到了府内。允文，节哀顺变，阿姐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没想到这么突然。舅舅，母妃她不是病死的，她是为了我自杀的。什么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姐她是怎么死的？死在哪？母妃她是死在诏狱。诏狱二字一出，吕阳浑身一颤，顿时明白了所有。完了，吕家真的要完了。舅舅，我想请你帮忙，我要当皇太孙，我要游了朱允腾，我要为母妃证明。看来这孩子还不知道真相，说明陛下没有告诉他，那就还有机会。外甥，你放心，舅舅一定让你当上皇太孙。谢谢舅舅。事到如今，这也是吕家唯一的机会了，朱允腾绝不能留。月黑风高，吴王府内一片寂静。鲁旦刚刚打发走絮絮叨叨的王德，正准备就寝，突然一阵极其轻微的瓦片摩擦声传入耳中。房顶有人，大晚上上房顶，难道是武林高手？鲁旦正准备出门看看，万一要是什么武林高手，就拜他为师。要是女师傅就更好了，我最擅长骑师灭祖了。几道寒光突然从窗外射了进来，鲁旦连忙趴下堪堪躲过。王德，有刺客！鲁旦一边高喊，一边爬到了桌子底下。有刺客，抓刺客，保护殿下！门外传来王德惊恐的叫声和短兵相接的脆响，但很快便戛然而止。
看来小爷这吴王府的护卫还是很给力的嘛。目标在此，格杀勿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谁派你们来的？少废话，三殿下，你今日难逃一死。这可怎么办？系统，给我抽奖！恭喜宿主获得左轮手枪1把，子弹100发。童子，你帅爆了！看来你已经吓傻了，竟然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刺客得意之际，正准备动手，却见卤蛋掏出了一个奇怪的铁器。大人，时大变了！刺客头领身后的一名刺客顿时中枪倒地，随后卤蛋接连几发子弹，还站着的就只剩下头领一人。火铳，你竟然随身带着火铳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小爷可以饶你不死。头领冷笑一声，刚准备动手，卤蛋一枪打在了他的腿上。说不说？不说我一枪打死你！你的主人1个月给你开几个钱？玩什么命啊？你杀了我吧！我被主人收养那一刻起，就是为了今天。卤蛋见状，当即扣动扳机，却没想到竟然没子弹了。原来你的火铳也会没有弹药，既然如此，受死吧！头领扔出一柄飞刀，刺中卤蛋的胸口，卤蛋当即倒在了地上。刺客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卤蛋的身前，怪就怪你当了主人的路，下辈子别投胎到皇家了。朱元璋正在拟定圣旨，彪啊，你儿子要做皇太孙了，咱会把他培养的和你一样。陛下，不好了！王虎跌跌撞撞地闯进了殿内。朱元璋见状皱起了眉头训斥：慌慌张张的成什么样子？难道天塌了不成？陛下，吴王殿下遇刺，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什么？朱元璋只知道这一刻天真的塌了。朱元璋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卤蛋，目眦欲裂。谁干的？现场没有活口，全是死士，即便被抓到也即刻服毒自尽。查，给朕查！咱要将他们碎尸万段。陛下，殿下失血过多，脑后易受重创，虽暂无性命之忧，但何时能醒？臣实在不敢断言啊！就不活咱的大孙，你们太医院全都给他陪葬。还在禁足的蓝玉听到府中下人的禀报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你说什么？三皇孙遇刺，重伤昏迷。是啊，老爷，听说太医院所有太医抢救了一夜，也未曾让殿下脱离危险。是谁干的？老夫要灭了他满门！不知道啊。废物，被骂！我要出府！不可啊，老爷，您如今被陛下禁足，若是贸然出府，是抗旨，是杀头的大罪啊！去他的杀头！老夫的孙侄子险些让人杀死，老夫若是连个屁都不放，对得起常家姑娘，对得起我大哥常遇春吗？快去被骂！下人拗不过，只得慌张的前去被骂。蓝玉冲了进来，见到床榻上昏迷的卤蛋，死死守在他身边的朱元璋，蓝玉一来便跪倒了卤蛋的床边。上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允腾怎么会被人刺杀？你怎么保护他的？你抗旨出府，就是为了来这质问咱的。我不管，常家闺女就这么一个孩子，我绝不能让她有什么闪失。求上尉告诉末将，是谁刺杀允腾？我要灭他满门！放肆！蓝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真当咱不会杀你吗？蓝玉被朱元璋的威势震慑，不敢言语，可神情依旧不忿。跪下！咱告诉你，刺杀允腾的凶手咱会查出来的，咱的大名由不得你放肆，给咱滚回去！再有下次，咱定杀你！蓝玉无奈起身，行了一礼后一言不发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好像听到了卤蛋好像说着什么，两人连忙凑了过去。蓝玉脸色一变，随即恢复如常。朱元璋连忙询问：允腾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没有听清。末将告退，这就回去反省。说完，蓝玉便匆匆离开，只留朱元璋担忧的守在卤蛋身边。蓝玉匆忙的回到了家中，神色冰冷，连家里的仆人都不敢上前。蓝玉径直走到了兵器库，看着架子上放着的一杆大枪。大哥，你送我的这杆大枪，蓝玉惭愧，一直认为自己配不上它，毕竟你是用它杀出了赫赫威名。只是今天若是不用，恐怕以后便没有机会了。蓝玉取下了架子上的长枪，长枪上寒光一闪，威风凛凛。就让蓝玉用这把枪为老常家的子嗣报仇。蓝玉带着长枪走出门来，对着仆人大喝：来人，披甲，备战马！吕府门口，蓝玉牵马持枪站在门口，杀气腾腾的模样引来众人围观。哪里来的匹夫，竟然敢在我们吕府撒野！赶紧走，别以为穿着铠甲就以为我们怕你。我要见吕阳。一个老匹夫还想见我家大人？让开，否则我砍了你！吓唬我？你砍呀，你砍呀！不砍你就是我孙子，怂了吧？我谅你也不敢。吕府的下人话还未说完，只见一道寒光闪过，顿时被长枪捅了个对穿。不好了，杀人了！众人纷纷作鸟兽散。吕府的家丁见到对方真敢杀人，连忙逃进府内。来人啊，不好了，有人要闯府杀人！蓝玉松开缰绳，抹撒着手里的长枪，目光带着决绝，毅然决然地踏入了吕府的大门。陛下，不好了，祸事了！王虎急匆匆地闯进屋内，大喊道：闭嘴！若是吵到允腾，咱活剐了你！王虎被吓得立马闭上了嘴巴，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大声，险些被憋死。什么事这么慌张？是梁国公，梁国公他。蓝玉，他干什么了？朱元璋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梁国公披甲持枪，当街杀进了吕府，如今已是满城皆知。
什么？吕府？他为什么要杀进吕府？朱元璋忽然意识到，之前蓝玉一定是听到卤蛋说了些什么，确定了吕家就是刺杀的凶手，所以才会杀上吕府。这个蛮子做事永远不会动脑子，快传咱的圣旨，让他速速前来见朕。是。吕府之中横尸遍野，唯有吕阳一人仍是站着的，甚至就连府内下的鸡蛋都已经被一个个捣碎。蓝玉，你我两家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灭我满门？无冤无仇，你吕家以下犯上，刺杀皇孙，竟然还敢说与老夫无冤无仇？你是受陛下旨意来灭我吕家？蓝玉摇了摇头，吕阳这才明白，他没有暴露，蓝玉也并没有证据，可就是这样，竟然还敢来灭自己满门。苍天无眼，我本意天衣无缝，没想到非但没杀了那个孽种为阿姐报仇，没有落在陛下手里，反倒输给了你这个莽夫。陛下杀你们要证据，要理由，但老夫不需要，老夫就是要用你们吕家叫天下人知道，胆敢伤害三皇孙者，老夫必屠其满门。至于是不是杀错了，老夫不在乎。听到蓝玉的话，吕阳不禁露出一丝苦笑，自己机关算尽，最终却输给一个莽夫。我没有输，蓝玉，你犯下如此大错，你自己也会万劫不复，我就在底下等着你。少废话，受死吧！枪下留人，梁国公，你惹大祸了！昏迷了3天的卤蛋，终于在系统的持续治疗和外界刺激下悠悠转醒。水，我要水！殿下，您终于醒了，您昏迷3天了，可吓死奴才了！卤蛋挣扎着想要起身，王德连忙上前扶起。我好像看见我太奶了，定是祖先保佑，让殿下活过来了。刺客呢？查出是谁了吗？是吕家派的死士，幸好锦衣卫及时赶到，否则您可就危险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让老朱把吕家灭了！殿下您别急，吕家已经被灭门了。这次那老邓倒挺痛快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决定3天不骂他了。是梁国公，他为了给您报仇，单人单骑当街闯入吕府，灭了吕家满门，现在被陛下打入天牢，说是要问斩啊！什么？舅老爷他老邓他敢问斩？开什么玩笑！舅老爷是为了我，这老邓要是真杀了舅老爷，我跟他没完！卤蛋眼中闪过一丝狠色和决然，他不能再等了，必须采取极端措施。王德，扶我起来，更衣，我要进宫。舅老爷，三皇孙，你醒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休养。舅老爷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没用的，上尉这次必定杀我，谁也救不了。舅老爷，你太冲动了。是啊，老夫是冲动了，但老夫不后悔。从今往后，这天下还有敢刺杀你的，就得掂量了。舅老爷放心，我已有谋划，你千万保重，我一定救你出去。言罢，卤蛋转身离开。云腾啊，老夫有你这个孙子，此生足矣，但老夫又如何舍得让你为我设限？蓝玉站在原地沉思着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卤蛋拖着虚弱的身子，强行闯入朱元璋的书房。朱元璋正对着蓝玉的案卷发呆，眼中既有愤怒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惜。看到卤蛋进来，连忙起身。小逆孙，你醒了，不好好休养，谁让你跑到咱这来的？快坐下。朱元璋想要上前扶住卤蛋，却见卤蛋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身上还有伤。皇爷爷，孙儿求你饶舅老爷一命。饶他抗旨不遵，擅杀大臣，屠人满门，视国法如无物。此等狂徒，不杀不足以正朝纲，不杀如何对天下人交代？吕家派人杀我，舅老爷是为我报仇，何错之有？可没有证据他便屠人满门，更何况是当街冲上，闹得整个京城无人不知。现在文武百官全都上奏要咱杀了蓝玉，咱就是想放他也放不得。没有证据，那就搜，我就不信没有蛛丝马迹。你以为咱没有想过吗？吕家换杨死是刺杀你的证据，锦衣卫早就摆在咱的案前了。可你认，我认，天下人不会认，天下人只会觉得为了保蓝玉，咱给吕家罗织罪名。那又如何？证据确凿，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认。你不明白，蓝玉此举已经激起民愤，更重要的，抗旨不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若不杀他，皇帝威严何在？圣旨威严何在？说了半天，你不在乎是谁刺杀我，你也不在乎真凶是谁，你只在乎你自己，还有你屁股底下的那个龙椅。你说什么？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为帝者怎可感情用事？咱不能让一群抗旨的反贼辅佐你，你明白吗？我不在乎，若做皇帝连人不是了，我宁愿不当。朱元璋指着卤蛋浑身颤抖。你，咱是眼睛瞎了，才认为你像咱，尖嘴猴腮，一点没有帝王之相。那你就把这个位子做到死，千万别传给我。放肆！你就是这么跟咱说话的，咱看你是昏了头了。来人，把吴王速回府去，没有咱的旨意，不许踏出府门半步。王虎带着锦衣卫应声而入，几名锦衣卫刚要动手，便被王虎拦住。皇爷爷，你若执意要杀舅老爷，
就别怪孙儿不孝了。怎么，你还想威胁咱不成？你太小看咱了，咱倒要看看你能怎么样。孙儿自然不敢威胁黄爷爷，只是你也小看我了。卤蛋话音刚落，王虎便冲几名锦衣卫使了个眼色，几人顿时站在了卤蛋身前，只拦住了朱元璋。王虎，你们想造反吗？陛下恕罪，三殿下对我等有知遇之恩，更是我等草芥为兄弟，臣不是背叛陛下，只是拦住陛下，不让陛下阻止三殿下救梁国公。朱元璋看着眼前这群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鹰犬，竟然在关键时刻集体倒戈，保护那个逆孙来对付自己，一股冰寒彻骨的凉意从脚底直冲头顶，紧接着是无边的愤怒和一丝莫名的欣慰。这小子竟然不声不响的把朕的锦衣卫都策反了，好得很。朱允腾，你真是咱的好圣孙啊！黄爷爷，对不起，但舅老爷我必须救，等救了舅老爷，孙儿再回来给你磕头请罪。滚，都给咱滚！王虎，带我去赵狱。是。卤蛋手持伪造的圣旨，来到赵狱之中，蓝玉的牢房门外，刚到门口，便见蓝玉吊在天花板上 cos 晴天娃娃。快救人！王虎连忙打开牢房，将蓝玉救了下来。在卤蛋一番心肺复苏下，蓝玉大气一喘，醒了过来。允腾，你也死了，大哥啊，是我的错，竟然连累你外孙一块下了地府。上尉，你好狠的心啊，虎毒还不食子啊！别嚎了，舅老爷，我是来救你出去的。什么？上尉不杀了我了？那倒没有，我把锦衣卫策反了，把黄爷爷软禁了，然后过来救你出去。蓝玉听得目瞪口呆。你确定是救我，而不是咱们一块死定了？放心吧，就是请黄爷爷在宫里休息几天。舅老爷，京城我们不能待了，我们去边疆，等咱们打到西伯利亚戴罪立功，小爷亲自回来让那个老登传位给我。蓝玉看着眼前这个年仅8岁，却已然展现出惊人魄力和手段的孩子，虎目含泪，重重一拍卤蛋的肩膀。好小子，有种，像你老爷。走，咱们去边疆，舅老爷这辈子就跟定你了，咱们爷俩一起给大明开疆拓土。一老一小趁着夜色，被几名锦衣卫护送着离开了京城，向着北方边疆疾驰而去。而皇宫之中，坐在龙椅上朱元璋听完了王虎的汇报，大笑3声。这小子不愧是咱的主，若他真能做到，这位子咱给他又何妨？